欢迎各位回到 Star Sea So Channel，感恩大家一直以来对于频道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还好吗？那希望在季节转换的时候，大家也照顾好身体、情绪、灵性各方面的状况，希望大家可以调整我们自己的身心灵状态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当中啊。那马上就要到了我们2022年的10月了，今天这一则大众占卜呢，我们就不出意外的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10月运势，看一下我们在感情、事业、财富等方面的运势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整体运势是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那10月呢，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月份啊，在这个月份当中，我们会有一些行星开始顺行啊，包括水星啊、冥王星啊、土星等等。那有可能我们开始会有一些真正运势的转换和打开，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因此我们会一起来看一下，在这黎明到来之前，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期待，我们应该守望着一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这一则影片的所有朋友们。当然了10月到来啊，在这里也要祝福在9月末到10月初过生日的天秤座宝宝们生日快乐。具体来讲是9月23日到10月23日这个期间段啊。那所有天秤座的宝宝，你们的生日幸运石是粉色水晶。那今天我们的占卜当中也放了一些粉色水晶石，希望可以借助大家生日的这一个能量，来显化金星带给我们的爱和美，以及内在的和谐和我们外在的吸引力。在这里祝福所有的天秤座宝宝在新的一年当中，找到自己真正理想的目标点，然后达成你们的愿望和心愿。希望你们事事顺利，也希望你们平安、快乐、健康、幸福。这是 Starseed 从内心往外最真诚的祝福送给大家。当然，在今天我们的大众占卜的最后一则，也会帮所有天秤座的宝宝，当然了，上升啊、月亮啊、金星的天秤座宝宝，只要你们的天秤座特质和气质比较重的话，都可以点开最后的一则影片来看一下，在新的一个年度啊，从过生日这一天开始的新的一个年度当中，大家会有什么样的运势转换？宇宙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生日的幸运锦囊？在这里祝福大家，也感恩大家。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选牌之前的冥想环节。那如果时间比较紧赶的朋友们，可以看下面这3个选项啊，直接选出你们喜欢的组牌，你们连结度比较深的组牌来进行卡牌的内容分析的听取。那如果有时间的朋友们，可以跟 Starcy 一起来进入一个小小的冥想环节，有可能会花大约几分钟的时间，来帮助大家做一个疗愈、净化以及内心的平复以及修复。那最近呢，这个北半球的深秋以及南半球的春日时节，有可能是季节转换，比较重要的一个季节。那进入了北半球的秋日啊，有可能会有一种，让大家会感觉到比较疲惫的气息，所以在这个占卜当中，也要帮助大家去疗愈你们的心轮，平和你们的阴阳能量，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这一次影片的大家。好，那下面我们一起来进入这个冥想单元。大家可以寻找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那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可以放松身体，闭上双眼。我们来一起来聆听宇宙的声音。好，大家闭上眼睛，深深的吸气，再深深的吐出来。让我们一起做3次深呼吸。大家放松身上的每一个神经，放松身上的肌肉，让我们进入一个极度宁静舒适的状态。不要忘了嘴角上扬。
大家可以想象以我们的心轮，也就是我们的心脏左右为漩涡，开始有一团粉红色的光或纯白色的光，正在以漩涡的形式，像星云一般，从我们的身体当中展开。好，这些光芒从我们的心轮周围开始四散，充满了我们当下的身体，充满了我们所在的空间，并缓缓上升。好，透过这个光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丽的星球，可以看到翩翩起飞的蝴蝶，可以看到你们最爱的风景，绿色、湖泊、山川、大海。我们的视线越来越高，直到宇宙。想象你的心轮正在被打开，像一扇门一样。我们的光穿透了这扇大门，连接宇宙。此时我们可以全然忘记我们的存在，我们只是这一团光，轻盈、可爱、自在、温柔。让我们一起沉下气息，让这束光也向下，到我们的脐轮，到我们的海底轮，到我们的脚下。让我们连接天空和大地，感受我们的光的存在。
好，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我们今天的冥想单元就完成了，这个火光烧得非常的旺啊，感受到了大家的能量，也感恩天秤座，天秤月啊，带给我们这一份平和，带给我们的这一份宁静，带给我们的这一份金星的爱的能量。好，下面大家可以睁开眼，一起进入我们的选牌环节了。那在我们的眼前，从左到右有3副组牌，是我们已经抽好的神谕卡。那大家在10月这个旅程当中的能量已经在卡牌当中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第一直觉来进行感应和选择。那从左到右是1、2、3的3副组牌。为了方便大家选择，今天我们的参照物是天然水晶柱，我帮大家把水晶柱拿近一些，供大家来进行感应和选择。最左边第一副组牌，我们的参照水晶石是紫水晶，好，紫色水晶柱。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参照的天然水晶石是萤石，好，它当中有透明的绿色、蓝色、紫色的层叠的纹理。好，这是第2副组牌的参照天然石萤石。第3副组牌我们参照的天然水晶石是本色水晶柱，好，它上面有彩虹的光晕，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灯光啊。OK， 大家感应一下。好，哪一副组牌是大家第一眼、第一直觉最有感受的呢？根据自己的第一直觉就没错了。选好的朋友们，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抽牌和读牌吧。选到我们的第一副组牌，参照为紫色水晶柱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开始今天的抽牌。好，选到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我们的10月运势，要看一下我们10月有什么样的整体运势，我们在感情、事业、财富等方面有什么样的运势转化。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抽到的神谕卡是什么。我们看一下选到紫色水晶柱的朋友们，你们的神谕卡的能量是什么？我们将开启一段什么样的旅程 ？OK，believing in magic. True magic is abounding in my life. 我的生活当中充满了很多很多奇迹，正在充满着奇迹啊！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这个月应该会显化出来一些你们正在等待的好消息。它有可能关于财富，它有可能关于感情，它有可能关于灵性，有可能关于友情，以及你梦想的达成。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魔术师的帽子里边可以变出所有我们希望拥有的幸福美满啊，看起来还是非常丰盛的一个状态。那我相信呢，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在之前的一个阶段应该有许过愿，或者说你们当下其实正在去等待着某一个消息，你们在等待着某一个好运，你们有可能隐隐约约会感觉到这件事情将来到你的生活。而我觉得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当下没有愿望，以及你们会觉得，哎，我等完之后蛮失望的。继续去相信这个奇迹，继续去显化，因为在这个月当中，你们将会看到你们正在去许的愿，你们正在去着重调整的部分，已经源源不断的来到你的生活。我看到其实你们会拥有很多很多，有可能你们会拥有所有，或者说这个幸运一下子到来，就很像是喷泉一样啊，会带给你的生活很多不一样的改变。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的灵性大增，然后你们有可能会得到你们的指导灵、祖先和宇宙给你们的消息。有些人你们有可能会收到你们一直在等的人给你们的讯息，你有可能突然会茅塞顿开，哎，哪怕这个信息，哪怕这个 offer，哪怕这一件事情没有来到生活，你们也会觉得你已经找到了打开新大门的钥匙。那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有可能会在
求职当中，你有可能会在人际关系当中去看到很多让你们快乐和轻松的部分。我觉得你们之前一段时间蛮憋闷的啊，有可能在这些事情没有到来之前，你的世界就好像黎明前的黑暗一样，是一片漆黑的。但是当一件事情出现在你生活当中，你一定要相信这个奇迹全部都是真的，它将一一被实现。所以我觉得这个牌的朋友，你们有可能在这个月当中会看到你一段时间的努力啊，有可能之前没有看到成果的那些努力，取得了让你就是我不能说大跌眼镜吧，让你很惊喜、很 surprise 的成就。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朋友，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有可能也正在着重一些你们要去做得更好、变得更佳的部分。那这些部分让我感觉到你们其实都在让自己去学会信任，学会信任宇宙，学会信任你的高我，也学会信任你自己。嗯。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将收到联络，你们将收到智慧，你们将收到点拨。所以我看到你们会有沟通啊，非常有质量的沟通。比如说你跟你指导灵的沟通，你和你高我的沟通，以及你会打开心轮，真正的去跟某一些人真正进行一些有质量的对谈。啊，如果之前一直处在某一种断联状态的，某一种频率对接不上状态的，或者说你们自己也没有感觉到一种茅塞顿开嘛，最近有可能因为水星逆行、群星逆行，大家都觉得啊蛮憋闷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多事情都找不到一个头绪，你将会收到真正的能够让你有头绪的消息、讯号，天使的数字、天使的 message，或者说你在大众占卜当中突然会得到让你茅塞顿开的某一个提示。那我相信这是上天看到了对的时间到了啊，一定要给到你的，所以我相信这一切也是一个 timing。那么这个月当中，一些对的 timing 已经出现了，我看到有些人你们也会遇见你们人生当中比较重要的对象，或者说跟某一个重要的人、重要的组织，或者说你未来的工作机会、未来的贵人导师进行联络。Connections 是我们和宇宙之间的连接，也是我们和 individuals 每个个体之间的一个连接。那我相信其实这副牌的朋友，你们自己本身有可能会是这一个打开心轮去接受的人，也有可能你们会是一个真正去伸出你们的手或者触角去触碰的人。但无论如何，我感觉到这是一次会打开心轮的触碰。然后我相信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会得到你们之前没有得到那种，打开心轮跟一个人连接的那种感受啊，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然后这个感受有可能会出现在情侣之间，或出现在喜欢的人当中，有可能会跟你的朋友，或者说家人，或者说极其重要的灵性伙伴、同修对象进行这样的一个连接。这种连接让我感觉到是非常有爱的频率的，然后它也是一个 miracle， 它也是一个奇迹啊。是你变出来的。好，那我们下面一起开始看一下啊，10月当中我们的总体运势是什么样的？好 ，Oh my god， 太美好了！这是 Ace of Cups 圣杯1号的正位。好，我们再继续抽一下。第6排的朋友在10月当中 ，OK， 我们看到了啊，Justice in Reverse。OK， 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我再抽一张 ，OK， 出现了 Seven of Swords in Reverse， 宝剑7号的逆位。有一些朋友觉得你们的讯息不同，你们在不同的状态当中讯息不同。有一些人我看到你们会突然的跟一些人取得联络，这个人有可能是新人，有可能是旧人，在水星逆行当中突然取得联络。有可能他是你之前的一个同学、朋友等等啊，他会给你带来一个真实的消息，就是有一些你之前一直没有去看到的真实的消息，对，藏在幕后的消息会被你发现。这不一定是一场欺骗，这不一定是一个隐瞒，但很多人我觉得你们有可能会从这个消息当中看到你们真实内心所需是什么，看到你们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很多人你们会在这个月份当中去重新找回自己，但那个自己是跟之前不一样的。我看到有很多人你们在今年的从7月开始啊，你们有可能会迷茫，你们会进入一个让你们混沌迷茫的状态，或者说你们会觉得你们一直以来在期待很多东西。不过在这个月份当中，一部分朋友你们真的会放下执着和某一种期待，但不代表这件事情不会发生。我看到宇宙会在对的时间
把疗愈送给你，把真正的爱送给你，然后把真正的你的自信送到你的身边。自信就是我们真正的，我们真正，就像是我们是一颗蜡烛，那就像这个蜡烛的灯芯一样啊，它永远都在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可能随着轮回转世，今天好卡呀，sorry。随着轮回转世，随着我们不同的人生历练，在不同的地方进行修行啊，这个自信就是我们一直要找到的。我看到你在这个月份当中，因为这张 Ace of Cups 当中有莲花，所以很多人让我感觉到，你们真正的得到的这个圣杯，不一定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地方 offer 给你的，也有可能是宇宙带给你的一片清净、自然、自由自在。因为你已经不再执着之前你想要的，比如说之前一个工作阶段啊，你会觉得比较疲惫，你会觉得一直没有被公正对待，你有可能一直在等待某一个晋升啊，或者说考评啊，或者说被关注的机会。那在这个月份当中，你反而不再去在意，你会在意自己的内心所需是什么，你真正的所爱，你真正能够获得的是什么。那这个牌当中真的很有意思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杯子，或者说有两个容器一般的形状或者意象出现在大家眼前。这个 Ace of Cups 它当中包含的东西可多了，大家可以看这张牌当中。OK， 我们可以看到飞鸟，这是 message 讯号，可以看到 key 钥匙，可以看到礼物盒，可以看到群星、银河、玫瑰花，还有信件。OK，还有我们的灵性的修养等等的一些符号，所以我觉得你们在真正的跟自己的高我合一，然后你们在跟更高的频率进行连接。这个月份当中，10月啊，对你们来讲是一个身心灵进行转换的月份。比如之前一个阶段，你会觉得我很像是干燥的沙漠，我是沙漠当中的玫瑰，我是沙漠当中的仙人掌，我是沙漠当中的湖泊。Anyways，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反而会用一种幽默的、开怀的，或者说让自己更加包容的一个方式去接纳自己和当下的现状。有很多人，我觉得，如果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很多人，如果你们之前没有接到公正的对待，宇宙会给你公正，但有可能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宇宙有可能会用其他的一个方式，把你应该拥有的更好的一个礼物 offer 给你。所以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等待工作的消息，如果你们在工作当中一直是付出的多，回报的少，那感情友情也一样啊。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你们会用其他的一个方式得到你们真正应该拥有的，你们本身就拥有的东西。这个不是一种自我安慰，就是一个安慰奖。这不是一个安慰奖，这是一个更大的奖励。我看一下是什么啊 ？OK， 这边是 The Hierophant in Reverse。OK， 你再看一下 Chariot in Reverse。最后抽一张牌，能量是怎么样的 ？Seven of Cups in Reverse， 这也是一张好牌。实在太神奇了，这个牌。OK， 好，我感觉到从今年的7月到今年的10月期间，如果你一直没有被公正对待，如果你一直很憋闷，如果你一直有一个目标一直无法突破，如果你一直有这么一件事情挂在心上的话，这个10月当中，宇宙会给你一次大清算。你会得到真正的宇宙神灵，你的守护神造物主给予你真正的理想的判断，或者说一个理想的状态，一个真正的 judgment，OK，justice judgment， 审判会来到你的生活当中。然后我看到之前一些在迷雾当中的，有可能会欺瞒你的，有可能会让你看不清真相的东西，你的眼睛非常亮，你会真正的看到，而且不会受伤害。真相不是血淋淋的，真相也不是惨痛的，相反，这次连接有可能就是你们灵机一动感受到的。或者有一个人灵机一动联络到了你们然后你们感受到了这个真相，或者说，之前我没有去考虑过的一个工作机会，突然联络到了我，然后我就去了一个我想都没想过的更不错的公司，或者说发展的position 呢，职位等等。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必须有舍才有得。最后去 clarify 一下，我看到了 Queen of Pentacles， 无论是男生女生，你们将会拥有金币皇后能量，也就是真正的财富，真正的丰收，你真正的权威，然后真正能够去疗愈、滋养和保护你的人到了。他不一定是一个人，他有可能是一股能量，他有可能是宇宙给你的一次真正丰盛的体验，
是一个奖赏。我看到有很多人，你们有可能在这个月份当中有财富上的收入和获得，你们有可能在这个月份当中会真正的，我看到有可能是你们的第一桶金啊，然后有可能是你们的第一次值得去把握一下的好机会，无论是感情的，还是工作的，还是比如说你们家族长辈啊，在健康方面的，也包括你们在事业财运当中的，有些人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我是说有分手危机的朋友，你们有可能会分手。那如果相反，如果有分手危机的朋友，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会离开那个分手危机，你不再选择等待，你不再选择耗费自己的能量，你会选择回到自己的宝座上，享受你的胜利果实，享受人生给你的一个胜利阶段。然后你有可能会看破一件事情，不再执着。比如说，哎，我看破了，我们不能说大家看破了滚滚红尘啊，不是说完全这种看破，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在某一个阶段当中看破了一件事、一个人，一个阶段你应该去获得的东西，你会发现啊，有可能这就是一堂课，但是一开始有可能你以为这是其他的，它有可能藏在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难熬的一个痛苦卡住的阶段之后，给你真正的一块宝石，给你真正的一个人生中的保护盾牌，给你人生中真正的一个胜利的积累。最后一张牌是什么 ？Six of Cups。我看到一个旧人回归了，或者说一个之前想不清真相的，一个之前离开你的旧人、旧恋人，尤其是恋人和合作关系啊，会回归。然后我看到你的灵魂伴侣会到来，这个人如果是你的灵魂伴侣，极少数朋友是 Twin Flame 的话，他会回归，他会给你展露一个真相。什么样的真相 ？Page of Pentacles。这个人在一样的等待你、想念你、模仿你，然后他和你想要走共同的路，他想成为你，或者说他想陪伴你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这是第一副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7到10月之间的10月之前的这个经历吧，7月、8月、9月，感觉蛮沉痛的。我觉得其实对待你们来讲，有可能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而失望之后，宇宙才会给你这样的一个宝贝，你会发现。哇，原来宇宙很疼爱我，原来宇宙在我最需要的时间段没有看到我，没有抛弃我，或者说没有让我真正的去迷失，短暂的迷失和短暂的不舒服、不如意、不自在之后，你会换得真正的一种安稳，这也是土星逆行给你们的奖励。我们说土星就是一个岩石啊，之前某则占卜当中可能聊过。土星是一个岩石，有可能金星，有可能木星啊，在我们的星盘当中也好，在天象当中也罢，顺行的时候，或者说它的相位好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幸运。OK，你有可能会彩票中奖，你有可能会突然遇见桃花，你有可能会看见不错的工作项目啊，遇见不错的朋友。但其实这些幸运都是短暂的。当这个相位短暂的结束之后啊，有可能几天，有可能持续了一段时间，或OK 2个月左右、3个月左右，这个有可能少数也有。然后它就会回归平静，但是土星有可能会漫长的折磨你，有可能会漫长的去拖耗你，但是在它真正的给你之后，给你展示出这个实相之后，给你展示出真实之后，你会发现这才是永恒，你将会回归到还是一样你的自信当中，你的本我当中，你和高我的连接当中，你找回了自己，你找回了最初的自己。然后我看到很多人，如果跟感情无关，如果你说我一直在单身，或者说我跟这件事情不想再有连接，我不想再看了。我觉得你们有可能首先会起心动念的改变想法，第二点就是你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未来和道路。还有一些人，我觉得你之前没有在意的一些机会，包括工作，包括感情机会，也包括友情，你没有在意的人，他反而会成为一个贵人到来。你不再期待的时候，这个人会成为一个极其优势的潜力股，回到你的生活里边。来到你的生活里边，让你接到真正属于你的。然后不管是 offer，不管是人啊，旧人旧事还是恋人，这个人跟你有缘分。因为我们的10月初啊，还没几天，水星就要逆行了。然后经过一个阴影期，其实在这个阶段左右或之后回归出来的旧人，他不一定是我们所说的被逆回来的不好的人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重新的真相，或者说对方他有洗礼，他有改变，他有真正的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我看到很多人，你们在这个月得到的就是 offer， 不管是感情，不管是友情，不管是工作，还是合作机会，还是你们一直卡住的部分，它将会顺起来。所以我相信啊，这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将会收获一波好运，好吧？好，那整体运势我们看到这儿，下面我们看一下啊，感情。
救人联络能量比较强，还要提一下。哇，最近真的很犯口吃啊，对不起各位朋友，包容一下。OK， 我们抽到 The Emperor 国王牌 ，Six of Wands。OK， 我们再看一下 Five of Pentacles， 这是怎么回事 ？The Devil in Reverse。Five of Cups。Four of Cups， 很卡哦。Six of Swords， 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能量给到我们。这是正位的 Magician 啊，掉出来的。好，Queen of Pentacles，beautiful。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张牌什么 ？Eight of Pentacles。10月。卡住的朋友好多哦，我觉得这个月有可能是你们真的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然后这个黑暗什么时候会被冲破？我觉得在这牌的朋友里边，有一些人呢，我看到一半的朋友你们还在等待，有一半的朋友有可能已经渐渐收到了一些感情上的佳音好消息。首先，如果是有伴侣的朋友正在交往中稳定交往的朋友，我觉得你和对方有可能正在冲破你们的一个考验，比如说是工作的、资源的。原生家庭的，或者说某一个长辈的身体状态的，还有就是很多人是工作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你们两个人还是以各忙各的为主啊。对方想给你很多关心啊、疼爱、体恤啊，这个是几乎做不到，因为我感觉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连接有可能会被现实卡住，一些人有可能是异地，有可能是要去处理工作的问题，要去处理某一个家庭成员就是他的健康，他的身体状态的问题，或者说你们的投资、工作、财富的等等的方向，有可能需要你们去重新整理。所以我看到一些人，你们有可能感情会保持在一个状态当中，就很像那个果冻，透明的。但它并不是一块冰，它是一块果冻，它是有常温的，有温度的。所以呢，如果在工作当中想要去联络连接，或者说日常的生活联络连接，周末一起出去吃个饭，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你们的感情，我感觉就是凝固状态啊。这种不流通的原因在于，实在是金币太多了，我觉得你们会被现实所困啊。金币国王，你以为怎么啦？所以其实如果有伴侣的朋友，你们有可能现在处在一个，我把 camera 调整一下啊。OK， 你们现在有可能会处在一个需要去重新平整修复啊，各自修复各自的生活工作的一个状态，也包括健康。然后我看到，不管男生朋友、女生朋友来看这一组，我觉得你们现在有了一个勇气去突破现状。如果之前你们看到这个现状，就很像是啊，我望着一片海，我在望洋兴叹，哇，这种现状我应该怎么去打破它？很发愁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你们不会为现状而发愁。一会儿我们会在事业运和财富运当中看一下大家这方面的突破啊。有很多人，我觉得你们在整理家庭内部的一些问题啊，财产啊、经济啊，所以这有可能会激发你们发挥你们的灵感和聪明才智。而女生朋友，你们的能量是更好一层的，有可能你们现在正在去摆脱一种困惑、执着，你们开始认真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解决问题了。而男生朋友，我觉得在这个感情关系当中，有可能他会比较自我一点，然后需要对方的包容和体恤，于是你们两个人就会处在一个，你们想让天平两端是平衡的，那如果对方没有给我很多体恤，那我也要一样。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在跟你的镜面谈恋爱，或者说，组建家庭啊，在家庭中这种感觉，没有很多波折，我觉得有可能联络稍微卡一点，或者说沟通稍微卡一点，但没有关系啊。如果你们心中真的去了解和知道彼此的话，我觉得没有很多的问题，也不会有很多争端。相反的，平平淡淡才是真呢，是这个月份当中大家的一个能量。好，如果分手了、断联了，当下这个感情很卡，很多朋友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环境和天象的问题，还有就是有可能看大众占卜的朋友的年龄族群是在恋爱中比较多的，这个是实话，所以有可能在家庭当中的朋友也包容一下，但这个能量应该是平均的，就它不会是在卡牌当中出现了就不会去体现其他族群，因为是 general reading， 然后我们的预设是注定会来到这个占卜的所有朋友，所以大家不要担心。那我觉得卡住的朋友，你们的感情有可能就需要一个人去点破
其实你们两个人有可能都在去考虑自己身上的一些不足，然后之前如果在发脾气，也已经消气了。有一些人在通过工作麻痹自己哦。然后我感觉到你们两个人都是金币的人，对吧？所以都是土象比较多的，摩羯、金牛，处女。从这个牌里边也会看到那个巨蟹的能量水象能量，天蝎、巨蟹、双鱼的能量。我看到很多人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的沟通也处在一个凝固状态、固体状态。原因在于，我觉得男性能量，神圣男性能量，我们说阳性吧，不管什么族群的朋友，Divine Masculine，没有适时的去进行某一种突破，或者他卡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他有可能需要去整理自己一些资源问题工作、事业、学业的问题。所以我看到你们的关心指数和联络指数是不太强的。然后我看到一些朋友，如果你们现在在等待对方的联络的话，我觉得其实多多少少你会看到一些很明确的现象，就是你会感受到对方有可能在思念你，有可能也会觉得这个连接应该还存在吧。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月份当中，有可能还是有点倦倦的。我看到有可能你们需要在明年1月之前一些朋友短的话2个月，一些朋友比较长的话，在明年1月之前等待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在处理他个人的一些问题自己的一些问题、内在问题、内部问题、内心小孩等等。而很多人我觉得，特别是女生来看这一组，唯有你能疗愈到对方，唯有你是这个魔法师，能够去把对方从幻境当中带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既需要你，又让你觉得并不努力。一些男生朋友，我觉得来看到这一组，你有可能在心里边会想某一个人，你有可能会蛮想去复联的、复合的。我不得不说，其实互相思念的能量是有的断联的、分手的朋友，特别是分手不久的，有些朋友有可能就从7月开始吧。然后这个阶段你们需要再等一下，因为顺行在10月末才刚刚开始对，所以也包括水星逆行阴影期的结束，在10月末才刚刚开始，所以你们有可能需要等待时间，在一点一点的作用在这件事上。但无疑，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是心连心的。很多人，我觉得你们会在工作中遇见对方你有可能会梦见对方你有可能心底会有这么一个影子和印象。有些人，我觉得你们就在专注工作就说我不管有没有了，我去工作了，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唯有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帮助你去平整你的状态，而不是我们说疯狂的去显化，疯狂的去想念。这种显化其实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无法完成梦想的恐惧感。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去沉浸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比较好沉浸式生活，沉浸式工作，然后或者是慢生活都比较适合大家。好，如果是单身的朋友或者说你就是分手好一段了这个人我看不看都可以。那我觉得单身的朋友，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在工作里，对，有可能会遇见长官，不管是男生的话，你是女生上司；女生的话，可能男生上司，就是对方有可能是一个有能力的上司的形象。但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连接，或者说一直处在彼此暗恋状态也蛮久了，或者说我觉得这个人在暗恋你，但是我觉得行动不会那么快体现出来。还是一样顺行刚刚开始，但一些人我觉得你们有可能会有那个目标和一些正在看的对象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进展是比较缓慢的，有很多人我觉得对方的理性在告诉他，不，就是没有办法再努力一点，就是有点赶不上那种状态，赶不上进度。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你们就是心里边还是有一个对象，有一个人的，因为毕竟出现了一个配对牌。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在内心当中真正确定了自己要什么，单身的朋友也一样，确定了我要什么，我就要自己成为一个 Queen or King， 我要成为国王，成为皇后，而吸引跟我同频率的人。所以如果出现了不同频率的人，你反而会觉得我还不如专注在自己的生活里边。所以你们有吸引力，也有桃花，但是我觉得这个月里边你们不喜欢社交，也会排除掉一些不可能的选项。所以说这个月当中遇见新人的几率本来就在职场当中是比较少，或者说普通生活当中只是跟朋友去聊天喝茶，遇见新人的机会本来就没有那么多。但如果你们去主动显化的话，你们会看到一些隐藏的机会，有可能会在明年的1月之前渐渐的展露，而这个人他是你的镜子，或者说给你配对好的某一个对象，你们是比较匹配的，但一切我觉得都还没有在浮出水面的那种感觉。你们会得到一些消息和连接，但是有可能是破冰的那种消息，但是对你们来讲，这个它并不是一种很像权杖一样就很快去打破什么那种感觉。很多时候我觉得这有可能只是一个现象让你们看到一件事情在发展，但是它只不过是发展了一步而已
不管发展多少都是一个好的现象，好吧 ？OK， 这是感情当中的哦，我们要看感情当中的卡牌。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抽到这种跟感情有关系的牌，还蛮明显，蛮多的。一些人，还有就是一些朋友，你们在这个月有可能会想分手，分手原因就是你们想专注自己。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会这样想：我要去专注自己，我想要，或者说我想要暂停下来静一静，这肯定也是有的。没有关系啊，暂停下来也并不是结束，而是你要重新做一个选择。有可能对方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们的关系到不了一个真正的教皇牌承诺或 justice 一个明确关系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很多人你们有可能会退回到某一个位置，再去想想，再去看看，三思并不是一件坏事。宇宙让这件事情慢下来，一定有它内在的安排，因为你要相信奇迹啊。好，我们看一下这张牌 manifestation。冥想与显化，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这个月份当中需要去整合你们的脐轮、太阳轮、心轮的能量，然后你们是很有吸引力的。我看到你们正在去显化某一件事情的发生，一个对的人，一个对象，还有就是一个感情的修复，还有就是你自我生命能力的一种展现。有些朋友，我觉得在这个月份当中，如果你们去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情感状态的话，你们会恢复生机和年轻活力。还有些人有可能你们会由内而外的去调节自己，那就会容光焕发。有可能你们会真正的接触大自然，去重新练习瑜伽。我觉得这都是感情之路带给你们的，因为这个阶段太磨人了，所以很多人你们有可能就选择了灵性的方式去调整自己，这真的不是一件坏事。我看到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的显化能力非常强，因为 believing in magic and manifestation 这都是连在一起，所以很多人我觉得，如果你在期待和等待。我们说 partnership，OK，commitment 承诺，或者说伴侣关系等等，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在路上了。很多人就是未来这几个月，应该不是半年，就是这几个月当中了。当然，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7月到10月卡住了，这个应该是最近行星群星逆行的一个很明显的反射，所以没有关系。大家在这个阶段里边反而提高频率，那在这个阶段过后，你们会发现整个的宇宙、整个的地球、整个的频率在往上提高之后，一些事情它会真正的发生内在的改变，而被你显化出来。在这个时候，你往往会占据一个高峰，或者说你会占据一个高地，就是比较胜利的一个位置，因为你们在真正的进行显化，你们在好好做你们的功课，好吧？OK，这是感情当中的，我们的感情解释的长一点。然后下面我们一起来开始去看一下事业、财富与学业方面，我们在这个月份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能量啊？我看到很多女生朋友，你们就是这个 Queen of Pentacles 金币的皇后，所以有可能你们在情感当中慢一点，但是这种缓慢反而是会滋养你，让你成为一个真正去成就你事业和成就你自己的人，所以这都不是一件坏事，这是一个最好的安排，好吧？好，下面我们洗牌一起来看一下。还有个别的朋友，如果你们最近备孕，就是比如说你们在夏天一直想要去有一个 baby 然后没有成功的话，在最近这个10月到明年的1月，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因为有些朋友看到你们的好消息成为妈妈、成为爸爸的好消息。好吗？你的宝宝很像你，你未来的 baby 很像你。好，我们看一下Death 死神牌。OK，Three of Pentacles。Three of Cups。好。The Hierophant， 但它应该是逆位飞出来的。Eight of Cups。事业里边的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一部分会在10到11月份选择离职，然后去做自己的事情，或者说你们会去一个新的公司、新的企业，新的一间公司。原因在于你们会觉得最近挺无力的，还有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在最近需要休假，调整身体，调整状态。然后我看到最近的一个期间段之内，你们会觉得全身无力整个人有可能对于事业的激情野心都正在递减，因为之前这个能量的爆破让你们太累了。然后我看到你们在工作当中其实是会暗暗的转运因为这边有张 Wheel of Fortune， 就是不管你们当下这个事情谈得好和不好，工作做得好和不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们是有贵人的。还有一些人，我觉得10、11、12月是你们转换
职场方向和轨道的一个好阶段，然后你们有可能会受到贵人的影响，或者说你们自己如果选择，哎，我在这个行业或公司黯然退场的话，不要担心啊，因为你们有你们更需要去做的事情，这是你们的人生使命和你们的远方。所以有些朋友有可能你们会在工作当中去选择一个全新的方向，有可能你们会，比如说一直在投资，然后一直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朋友，你们有可能会，转换方向。有可能你们会遇见新的合作方，还有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会调转部门，然后去其他的部门里边。如果之前一直都没有成功的话，我觉得10月、11月是可以争取的。为什么有11月的能量呢？我感觉到这件事情有些朋友需要花点时间，但10月份里边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好的消息。然后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会受到公司制度的一些压制啊，有可能你们再也不想去忍了，或者说你们的合作关系让你们觉得一直都不顺呢。那这样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还是会有一个想离开的想法。如果你们一直苦于机会蛮少的啊，然后把握了一下又觉得并不是很足够，或者说犹豫要不要重新把握机会的朋友，我觉得10月到11月你们可以再去试一下。Sorry，因为我看到有可能会有更好的机会出现，这里边是会有贵人的能量的，而且一些朋友，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你所在的行业出现了一些危机转折和变化的话，那在这半年当中，这种变化它会在不同的行业当中逐渐发生。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去看到新的机会，你们去投入新的行业，你们去调转方向，它不是一件坏事，它是一件好事。所以10月让我觉得是一个。对第一组牌朋友来讲吧，它有可能是一个重整旗鼓、看到新方向的一个月啊。就你的太阳、你的黎明啊、你的朝阳，它会在其他的一个地平线那里升起，所以你应该左右四周环顾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机会，因为你去找，我相信这个机会它就会在你的命运当中去体现。还有一些人，我觉得你们有可能很长时间都想去离开某一个行业、某一件事情、某一个上司了。那这个月是你们要去出征的月份啊，出征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胜利的果报，sorry，胜利的结果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呢？每个朋友不一样，我看到循序渐进的10月有，11月份有，12月也有，所以一些朋友有可能在这个月份当中不一定那么快的就得到消息啊、feedback 之类的啊，别担心。因为这个行星顺行之后，一些行星顺行之后，你们会看到真正的好机遇啊，就是你们卡住的那些能量全部都会以一个最好的方式回归，然后它是更加坚定的，它是会让你的财运指数更好的，它是会更加稳定的，而不是让你觉得它的基石是很虚空的那种感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内心当中比较煎熬，然后你们比较苦闷，因为你们会有一种有志不得失的感觉，就是你们没有看到自己的伯乐，明明是一匹千里马，你们偏偏要做这样的行业，要做这样的工作，或者说哪怕你们自己在创建一个公司、一个企业，你总会觉得我缺乏强有力的合作人、员工，或者说我缺乏很有力的一些项目啊等等啊，就是让我去证明自己。不要担心啊，你们在进行的历练是土星和冥王星给你的历练，就是所谓的不破不立，所谓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还有就是好事多磨，好事多磨，就这几个字。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再等待一下。我看到你们是有贵人的，虽然说贵人有可能在远方，虽然说有的朋友你们的贵人有可能需要你们自己去寻找，但是这是你命运当中比较好的一个机会。我看到一些朋友还是虽然是10月的占卜，但是我看到你们的真正的黎明，就是从11月开始，它会一点点天色变亮，而真正的黎明，真正的太阳会出现在明年的3月份、2月份。哦，sorry，2到3月份。所以这牌的朋友，你们不要担心啊！我相信你们在工作当中一定会有机会大展拳脚。如果当下这个不是的话，如果你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这个机会，就是我找了好久，怎么还是没有 offer 呢？一定会出现的。当然了，我觉得你们也有可能要折中一下自己的对于职业发展的要求，你需要去瞄准一些目标，有可能你需要去看一下你想都没有想过的方向以及合作人。OK。金钱方面，我觉得很多朋友金钱在11月到12月之前会卡住，就是还是有点卡。但是我看到你们会有比较好的一些合作机会，会有一些人会给你们带来一些不错的投资机会。我觉得把握一下，有可能在未来的半年当中，你们会小有所收。但是，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需要让自己，比如说看到一些不好的，或者说一些没有那么OK 的发展趋势的话，你们需要及时收手，也包括跟一些人的合作。然后我相信这是一个好的安排，原因在于什么？
原因在于你们正在显化，然后宇宙会给你们意想以外的更大的奇迹。所以不管这个时间，我看到这副副牌的朋友，在这个月里边啊，有可能你们会有一些偏财运的到来，但是主财运方面还是会有一点卡住。应该会从下个月开始慢慢好转起来。有些人我觉得你们会得到一些工作面试的机会呀，一些信件的往来等等，然后抓住机会去展现自己的热情、积极，以及你对这个职业或者对于这个项目的热情，然后这个把握有可能是会为你的未来种下一个比较好的种子。对，有可能不是这个月，但是未来。学生朋友在这个月份当中，我觉得你们在这个月里边开学了，很多学校应该在学季中，对吧？我觉得你们在这个月会交到蛮好的学习上的朋友啊，就是小组朋友啊，然后小组同学呀，你们会一起讨论。但是课业真的让你们好卡，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状态在这个月份当中很难，体现出来。有可能你们会觉得一直在花时间，但是我总是集中不了精力。还有一些朋友，你们会觉得没有受到真正某一个教授、某一个老师真正的赞赏，或者说，哎，我明明蛮努力的，然后这个分数怎么就这样，并没有说很坏，但是你会觉得跟你的期待和你的努力是有差距的。然后宇宙在告诉你呢，还是这样啊，真金不怕火炼，就是如果你是钻石的话，你是需要打磨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月份当中，有很多朋友，不管是刚开学，还是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些论文、做一些课业，要去跟人沟通啊，沟通和表达，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有点卡。但是你们该做的事情，按部就班的去做好，然后我们就但把这些事情给做好，然后我们就不问未来是什么样了。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会熬夜，然后有点日夜颠倒啊。很多人，我觉得你们都在失眠。很多很多朋友，不一定是学生朋友，不一定是工作中的，有可能是，我觉得全体朋友啊，容易失眠，容易日夜颠倒。但是我觉得这个磁场或积极的转换是带给大家一些新的能量的机会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个月份当中，你们可以瞄准和调整自己的整个能量场，然后注重你们的感受，而不是注重外界给你们什么样的回馈。这对你们的未来，比如说黎明的到来，或者说这件事情真正的一个解决，你看清现状是相当好的一个基石。所以我觉得学生朋友就稍安勿躁。如果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有考试，你们有发表，然后你们有职业评定的考试的话，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是过得去的啊，险过，就是你们会擦着那个分数的边过去，就是平安度过。但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有点侥幸心理。然后一些朋友，如果你们没有收到好的消息的话，在下个月或者说未来的不到半年当中再试一次，宇宙有可能在试炼你们，他们在 test 大家有没有这个诚心和真正的实力去取得这个奖杯、这个里程碑。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这一切都会以一个对的方式到来。如果之前你们一直以来做的不错，在努力的话，我觉得结果不会差。还有一些朋友，如果真的有点侥幸心理的话，真是有些险，大约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希望大家调整和照顾好自己，不要神经太紧张。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在健康方面看一下，注重一下家中男性长辈的健康，好吗？然后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个人的整个的生命活力和能量还是有点弱，因为感觉现在就是一个黎明之前的状态。我们这边看到圣杯8号啊，教皇牌，一些朋友有可能会觉得头晕脑胀，然后我也找不到什么特别大的毛病，所以说也不一定会去真正的就医。我感觉到你们有可能就是因为磁场的改变，就地球的磁场，还有就是季节的转化，现在宇宙的频率正在提升，你们会有不适感啊，就像是那个太空船啊，太空飞船在升天，那个气压、那个频率的波动会让你们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需要在灵性上给自己能量，你们真的需要灵性的能量，所以听这个天使频率的冥想音乐呀，然后或者说用一些大众占卜的方式来给自己一些疗愈。还有就是你们不要太过于注重专业的人士。我这样讲不是说不去注重医生啊、老师啊，或者说你旁边的长辈给你的意见，而是不要太去遵循这个规矩。因为我们今天抽了2张教皇牌的逆位啊，你要用一种
新的方式和新的规律去调整自己。那如果真的是去就医的话，我们就去就医好了。但如果是其他的，我要调整我的睡眠、饮食等等，你要有一种新的方式。具体这种新的方式，我觉得每个朋友不一样，你们需要通过自己的灵性连接去建立。但是我看到你们就是需要多补水，你们就是需要通过一种打开顶轮灵性联想的方式，因为你们的顶轮打开，你们会得到更多的消息。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不用去，紧张，就是我应该如何打开自己等等啊，自然而然的，你的指导灵家族、宇宙、你的祖先、你的高我就会给你这样的一个消息，有可能在梦中啊，很多人我觉得在梦中，有可能在不经意之间你会看到很多，好吗？工作当中我们抽到是什么？看一下天使卡 ，Let Go，去释放掉要控制现状的某一种欲望。现在需要把一切交给上帝，交给上天，交给宇宙，然后把一切都变得更加的平静。运用上帝的智慧，运用宇宙的智慧，一切将会被非常完美的解决。我觉得你们需要让自己不要，你们不用再去控制了，你们也不用再去强势把握了啊！一切交给宇宙的意思就是，你们可以非常优雅的取得胜利和成就了。因为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张 Queen of Pentacles，不管男生女生，我们刚刚所说的这张牌就是你会取得果实，胜利的果实，然后这个是上天给你的奖励。所以说现在你不需要让自己去把握现状，而是享受现状。有些朋友会说，我这个现状这么难熬，我怎么去享受呢？这个现状是会慢慢流动到你的生活的，宇宙每时每秒都在发生变化，我们的身体内部细胞也一样，事件也是一样的。你不知道其他的人一个起心动念是不是会像蝴蝶效应一样，连接给我们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转折。所以我觉得这个牌的朋友，你们在这个月要淡定等待。当然啦，我们生活当中该做什么做什么啊，我该去投 resume， 去投简历，我投简历，我该去交接工作，交接工作。但是如果你累了，如果你真的觉得我绷不住了，如果真的觉得我不想再等待，我想放弃了，你可以让一切交给宇宙。其实你的个人意志，我觉得它重要，但是如何去发这个愿也非常重要。有的朋友会问啊，如果我不去显化，我不去，期待它，或这件事情还会发生吗？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跟上天的连接和许愿，并不是一种期待的情绪产生的，而是你的状态去反射出来的一个果，也包括我们前世和今生做的事情给我们的一个果报。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现在要去享受这个果实，好吧？或者说，我们把该做的事情做好，然后稳定的去享受生命当中这个光景，因为我们生命当中还是有很多美好可以看到的，不只是我们一直以来期待的、渴望的，还没有达成的事情，也有达成的事情，好吧？OK，那我们再看一下啊，宇宙又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了？还有其他的方面吗？正在办理一些手续的朋友啊，然后正在办理一些事情的朋友，我觉得这个月你们，你多少会觉得好耗费自己，好失望哦之类的啊。但是还是一样，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如果这个月你们该怎么争取就争取，但是我觉得激烈的去 push 一件事情啊，等等。个别的朋友你们会有男性贵人的出现啊，女性贵人当然也有，但是一些朋友我觉得宇宙就是要你等一等，所以我们等一等好吗？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神谕卡跟我们讲什么 Sacred Power， 我们看一下 Intimacy 啊，大家可以看到啊，神圣男性、神圣女性的那种连接。所以今天的卡牌让我感觉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 Twin Flame 或者说你们的 Higher Level Soulmate， 你们的灵魂伴侣，你们的双生火焰，其实有在跟你们五维度连接的。所以我觉得一些朋友，你们的亲密关系，哪怕在3D 世界当中啊，在3D 或三维世界当中，没有那么看起来完美、亲密等等，但其实你们之间的这种连接是在更高维度的。然后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的 Twin Flame， 你们的 Soulmate， 有可能是高维度的灵魂啊，其他维度当中修行的灵魂，他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启迪你们，给你们消息。还有一些人，如果你认出了谁是你的 Twin Flame， 谁是你的 Soulmate， 这个月当中你们会有连接。我觉得这个人哪怕跟你没有连接，你们在分手期、断联期啊都可以，他会想着回来，这个人他会回来。所以在这个月份当中，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收到 Twin Flame 或 Soulmate 给你的信号，也包括梦境啊，梦境里边出现的一些信号。然后大家再坚持一下，因为我觉得最近大家的能量非常需要平稳，只要再稳定它一点点，一切都会就是说如期而至，要这样讲，一切都会如期而至。所以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尊重这个显化的过程，给显化以时间啊。好，最后我们看一下，为了显化，我们这个月份当中可以做一些什么呢？我们先抽了一张 Full Moon in Capricorn，OK，摩羯的新月这张牌，sorry，满月啊，摩羯的满月，满月能量让我感觉到第一副牌朋友你们压力好大，你的压力非常的大，然后这个压力有可能就是从6、7月开始的啊。这张牌告诉我们 take a reality check， 了解事实的真相，看清真相，看穿真相。然后释放掉你们的恐惧以及压力，恐惧、压力两个都要去释放。所以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现在在显化的一个终极环节，就是让你们最累的一个环节啊。一些朋友觉得你们家族的女性能量和女神在保护你们，有女神的保佑。我们说回来啊，这种压力你们该如何释放？我觉得需要土星逆行的结束，10月23号开始啊，需要一些逆行的结束。然后这是你们最艰难的一个阶段了，最艰难的阶段马上就要过去了。第一副组牌的朋友，再忍耐一下，还有1个月的时间。只要到了10月末，然后大家就逃出升天。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有可能都在这种高度压抑的状态，甚至死神状态，就是个性在蜕变，整个人的自我的内在都在进行一种山崩地裂的变化。然后你们在学会放弃了，你们也在学会去如何连接灵性了，但是这件事情还是没有来临。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会在一些事情的真相之后，再重新的调整你们自己，然后你们会得到你们真正需要的实力和能量，然后为了未来，不管男生女生，为了未来你们会成为你们真正的神圣男性和神圣女性，进而吸引属于你们的另外一半到来。好，然后这个冥想的方式啊，我们说显化的方式，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需要让自己在星期六的晚上沐浴，还有就是你们需要去把你们真正的压抑、恐惧、愤懑的情绪调整出来、释放出来。你们需要看清楚这份压抑的背后是什么，就原因是什么，然后为什么，如果它没有发生又会带来什么。然后呢，你们会真正的去看清楚，我觉得你们会很智慧的看清楚，找到你们内在智慧，然后宇宙会给你们能量，因为你们现在能量蛮大的，就是一个人在背着千斤重荷的感觉。他会在未来的半年，就是从10月末开始，一点一点一点的让你变得轻松，让你变得鲜活，然后让你变得十分的有能量，去战胜所有的挑战。所以我觉得你们是很艰难，但是最难的阶段已经马上就要过去了。好，我们再看一下啊。天王星的水瓶6宫，有很多朋友你们有可能会，突然的收到一些消息，你们有可能会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突然的有一些灵感，有一些 idea， 这都是宇宙给你们的。然后看到你这些灵感、这些消息、这些天使的数字和讯号，也包括这些人给你们的联络，会帮助你们去看清事情的真相。你会真正的放下，你会真正的收获。好，最后看一下易经卡给我们什么啊？今天的读牌也蛮久的。艮为山卦，宫一层 OK。新しい気持ちになったら新しい希望が生まれる啊，现在是静止状态，感觉就是被土星压住的感觉啊。很多朋友有可能，哎呀，有些朋友有可能你们土星回归啊，还有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现在在那个。要么就是27岁到32岁这个年纪当中，要不然就是今年的土星开始逆行了，到现在的大半年里边，你都觉得喘不过气。这是一个静止的状态，现在你需要去积蓄能量，现在你不需要让自己去主动决定什么，你需要静止不动，观察形势的流动，或者稍微忍耐一下。随着时间之流，只要你能够再静静等待一段时间，新的态度、新的感觉、新的感受，如果你有了新的感受，那就会有新的希望产生，或者说新的希望产生了，因此你就会有一种新的感觉。OK， 所以我觉得这个新的 kimochi， 新的感觉，新的 kibo，
希望它来自于哪里？我觉得来自于你的内在，当然了，也来自于 divine timing 啊，宇宙的时间来了，你们自然而然就会解开你们之前的疑问，你们会擦亮双眼，你们会拍干净身上的尘土，你们会重新的再生，而且这一次你会比以前更高大、更美丽、更有能量、更有智慧、更加强壮，因为这一次的改变和蜕变将持续。你的一生将在你的灵魂当中留下一个勋章，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再稍微休息一段时间，如果这个月累了，你们就让自己选择不动，一动不动啊！你可以去享受生活，你可以让自己再慢一点，你可以让自己去装点自己的人生。无论什么时候，你都会拥有全新的希望，只要你能够去感受到它，好吗 ？OK，那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就看到这儿了。非常感恩跟大家今天的连接啊，感觉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其实是看似清新，但这其实背后，比如说之前一段时间，因为你们比较沉重，所以卡牌当中的能量会展现出来的是你们当下的一种静止，但更多时候让我感觉到这静止的背后，这卡住的背后是，源源不断的希望，是永无止境的能量，是宇宙给你们的光，所以大家再坚持一下，我们一起坚持好吗？然后希望大家在整个的10月当中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灵状态，因为这是我们的修行的基础，这是我们生命的基础。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取得你们想要去取得的成就，然后愿望达成。希望大家是开心、平安和幸福的。那今天我们的连接就到这里，今天我们的占卜就到这里了。非常感恩跟大家今天一起来，看大家的能量，然后也希望大家在这个阶段里边。重新的在内在有一次自我认知，我看到你们会有，好吗？这是宇宙给你的第一份礼物了。好，那就到这里了，然后感恩大家今天的观看，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选到我们的第二副组牌，彩色萤石水晶柱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抽牌。好，选到我们第二副组牌彩色萤石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10月运势，来看一下我们在10月的整体运势是怎么样的，我们在感情、事业、财运等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运势转换。同时我们也会帮大家来看一下应该如何调节我们自身的能量，帮助我们的显化，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们。好，第二副牌的朋友，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抽到这张神谕卡是什么。对应彩色萤石水晶柱，大家的能量是什么样的呢？诶 planting seeds 播种诶，北半球正好是秋天，南半球是春天。但是无论季节如何，在能量场当中，你们在播种，你们正在把胜利的、美好的、优雅的果实种到大地，并且它会在你的灵魂上真正的成长。对，在你的灵魂的沃土上，对，扎根成长。我看到很多人，这个是关于显化的，关于实现你们的梦想的，还有就是关于你们在未来一个阶段想要做什么，想要做什么样的调节和转换的。有很多朋友，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你们会重新开始一些事情，你们有可能会很辛勤啊，像园丁一样去播撒你们的种子。还有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开始去运用一些新的方式。OK，去结识新的人，去进入新的社交圈，去寻找新的工作。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播种阶段，那你们有可能在当下正在起心动念的想做一些转化，比如说一些职业有可能我想去尝试一下，一些技能或者说一些知识我想要去涉猎一下，一些人我想去认识一下，或者说你们会给自己新的希望，让自己在感情、在事业、在财富、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面向你们的未来。播种其实也等于一个新的开始，但是我们说因果，这个因我们要种下，但是在因种下的那一个瞬间就已经注定了结果是什么样的，这个是连佛都改变不了的。所以我看到大家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的起心动念，以及你们在下意识也好，还是说主观能量上也罢，去做的一些事情，其实会对你们的未来有巨大的影响，会有巨大的作用，或者说它会给你们给你们的未来带来巨大的改变。OK。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你们是在殷切的盼望着，还有一些人啊，这个种子是从树上洒向大地啊，好，很多业力正在重新进入你们的生活，大家不要听到这个 karma 就比较害怕，业力有的时候也有这个 good karma，也就是说你们的福报，也就是说之前你们潜意识的一些福报将会来到你们的生活，当然了。
你们的一些业力关系，也包括它并不一定是好的业力啊，来给我们上一课的，来让我们去还债的一些事件，它正在渐渐发生。但是在你们的灵魂深处正在长出什么样的果实呢？我看到很多朋友们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会调整自己的心念啊，我们如何去起心动念，我们如何去播撒我们的能量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都对待我们的未来长成一棵怎样的树，长成一只怎样的花，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一切在刚刚开始啊，大家都不要怕。而且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有大天使的能量出现啊。OK，Zadkiel 大天使，这是仁慈天使、慈爱天使啊。所以天使正在告诉我们，让我们学会接受自我，学会去慈悲、悲悯，也学会去原谅。我看到其实有一些朋友，你们会重新的去考虑一些问题啊，你们有可能会释怀一些什么。你们有可能开始去爱自己了，你们有可能开始去有意识的调整自己的能量场，你们也开始让自己去学会用一种温和的眼光、平静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我看到有很多人高频率的能量正在跟你们连接啊，你们的指导灵、你们的守护天使、你们的祖先，他们很希望你们能够让自己的心轮打开，温暖柔和起来。然后这样的能量让我感觉到很多朋友，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会重新开启你们的心轮，开启你们新的旅程。你们也有可能开始用共情心去了解和站在其他人的立场看待一些事情，那你们的视角就会改变。很多朋友就是你们学习的一个过程，有可能经过之前的一个阶段啊，这个种子撒向了大地，你们终于开始看到了它的成型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半草地，有一半鲜花，还有一半是OK 正在待播种的大地。所以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还是非常有机会去解开一些心结的，好吗？那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0月的整体能量是如何的啊。看到大天使的能量，就会感觉到周围很温暖，感觉到第二副洗牌的朋友，你们在被保佑，你们在被你们的神灵，温暖的看护着、祝福着，好吧？好，来看一下10月的能量是什么样的。第一张牌出现了啊 ，Queen of Pentacles in Reverse， 金币皇后的逆位。好，我们继续看一下。Oh my god, the Emperor，OK，很有能量的一张牌。我们再看一下，感觉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 ，Ten of Cups in Reverse， 大杀四方的感觉。圣杯10号 ，Nine of Cups。Four of Pentacles, Ace of Pentacles。好，感觉到了。第二副牌的朋友，这个月份的你们开始学会犒劳和奖赏自己了。很多朋友，如果之前一个阶段你们比较忙碌的话，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有可能会参加一些聚会、社交，你们开始去学着享受生活，甚至有些朋友学着去奢侈的爱自己。因为这边 Queen of Pentacles 金币皇后是逆位。我看到你们有可能不吝惜钱财的付出，你们不吝惜时间的付出，你们有可能很娇宠自己，还有就是有可能之前一个阶段太过压抑，太过疲惫，心情上、能量场上感觉自己好像丢弃自己很多，你们需要在这个月补课补回来。很多朋友，我觉得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是以保守为主的。虽然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一张国王牌，那下面我们可以看到2张金币。Four of Pentacles, Ace of Pentacles， 我看到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其实比较注重现实，比较务实，所以你们有可能很多时候会以你们目前的一个能量为出发点去看待未来你们要做的一些计划。因为皇帝牌包括了野心，包括权势，也包括你们要去比如说吞并的城池，你们要去占领的疆土。我看到一些朋友，你在这个月份里边蛮容易啊去打破之前的一些格局，你们有可能想要去转职，从事其他的行业，有可能你们真的是沉闷了，觉得在这个过程里边你已经沉闷了，你希望能够去打破一个舒适圈，因为你值得更好的。那这种压抑在内心当中的怒气，或者说，我觉得它并不是一种愤怒，相反的，它其实是一种我在蓄势待发，我在充电，而我应该去
决定自己应该拥有什么，我应该决定自己去拥有更好的。所以很多朋友啊，这个 planting seeds，种下种子 ，Ace of Pentacles 啊，一个金币1号，看到你们在未来3个月份当中有可能会有比较新的计划，一些朋友有可能要去买房啊，购置一些贵重物品啊，买车呀，都是有可能的。有很多人，我觉得你们在心里边会觉得。好，我过到现在，一直以来比较辛苦，或者说我过到现在一直以来注意别人的感受，我在过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在这个月份里边，你们会真正注重自己的感受。所以大天使在这边出现了啊，希望大家在这个月份当中能够平衡一下你们的能量。那不管是阴性能量还是阳性能量，有可能这个月份当中你们会有一点，比较容易去颠覆自己之前的一个状态。那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月份当中，我们会有很多行星顺行起来。对，我们的水星、我们的冥王星、土星开始顺行起来，你们会发现一些全新的契机。还有就是你们其实是潜力股啊，之前一个阶段你们有可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而在这个阶段里边，你们也注定的啊去掌握了很多资源，就是按兵不动，你们有可能会学习到更多。你们观察了很久，你们有可能蓄势待发的想要做一些项目很久了。这个月份当中蛮适合你们去拓展自己的一些，之前一直想要去做但没有去看到机遇去做的部分，但是是以稳为主的。我看到有很多人，你们有可能也会回归家庭，比如说你们有可能跟家人聚会，有可能会归乡看看母亲、父亲等等，有可能会和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一些人让我感觉到，在这个月份里边啊，你们比较在意自己的感受，这种感受有可能就是我有点憋闷，那我就需要让自己去发泄一下。发泄呢，有可能不得法，但是相反的啊，这种不得法也会让你们有一种，哎，我终于脱离了一种框架，我找到了一个更加有能量的自己。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会在这个月份当中，就是有一种。要么就是过度自我，要么就是说希望把这种注意力转移到现实层面。这边有 Temperance， 所以你们有可能会在这个月份当中啊，反而变得比较在意起自己的形象和内在的疗愈，就由内而外的一种疗愈，你们会更加在意，甚至会让别人觉得，哎，外人看来觉得，哎，他怎么最近改变了这么多？哎，这个人怎么之前蛮慷慨大方，什么样的一个场合都会参加，或者说他经常会很慷慨的参加一些聚会啊，然后跟朋友去连接，但是这个月没有了。因为我看到，其实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不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想法，你们更多的时候会在意自己内心的感受，而你们的内心感受，如果之前一段时间没有得到补足，然后你们会觉得心轮缺了一块的话，你们就会在这个月份当中花更多的时间来疗愈自己的心轮，所以一切都是有道理、有原因的啊。如果之前一个阶段你们亏欠了自己，有可能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会去找一些方法和方式，一些方法有可能是找到你们内心小孩，一些方法有可能是让自己去享受生活。一些方法有可能是关于灵性的，还有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会真正在事业上有所突破，你们有可能就，哎，我不管了，我的能量积聚在身体里边，不知道如何去发泄，那我就一泻千里。有可能你们就会开始去精心打造属于你们事业的一个平台，一个未来。有一些人，我觉得啊，哪怕你们身边没有伙伴，哪怕你们在独自战斗，但是你们其实是非常坚韧的，而且你们的灵性以及你们的灵魂都是非常富有能量的。我觉得这种能量来自于一种压抑，所以在这个月份当中，我看到啊，一些事件未必能够有一个比较快的突破，这种突破它会在今年年底出现。虽然说我们在看这个10月能量，但其实10月能量连接到我们年底以及未来的一个阶段，原因就在于我看到。很多时候由于行星的顺行，它会带来很多契机，带来很多转折，而你们在这个能量场当中去厚积薄发的部分，将会在今年的年尾得到一次爆发，然后你不会再去在意其他人的感受，甚至包括一些合作关系，包括一些之前的友情关系，包括你在乎的一些亲情关系，你不再在意，因为我们在这边的圣杯10号当中看到了一个君王。然后下面是他的那个，比如说臣民啊，或者说他的将士啊等等啊，但是这个地方是有一个人屈居高位的。那我们看到 Ten of Cups 逆位代表了打破这种我感觉是表面上的和谐，或者说一定要
以某人为尊的一个状态。所以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不再满意你们的 boss， 你们有可能会真正撤离这个就比如说工作场，有可能你们不再满意当下的一个能量环境，你们会自己独立去创业。如果你们是学生朋友的话，我觉得你们会打破之前的某一种规律，独自去进行某一个学科的深度研究，这是你未来应该去成为的样子，这个就是本来的你。所以我看到很多人，你们真正的自己破土重生了，这就是你们正在去种的种子，或者说你们的种子一部分的朋友已经在往出长了，已经长出了枝芽。很多人我觉得你们经历的是目前是黎明前最黑暗的那一片天空，所以你们有可能会看到啊，我的天空都已经着火了，我已经看不到光亮了。但是其实你在未来3个月份当中，有可能会集中的收到非常多的好的消息，好的回馈、反射、feedback。对，从哪里？从宇宙，从四面八方。原因就在于，其实你已经有能力成为那个你想成为的自己了，并不是所谓的能量不够，并不是所谓的生不逢时，契机不够等等。我觉得这代表了一个宇宙给我们的 divine timing，就这个时间一定是会在这个时候到来。因此，你们的能量有可能会比以前更加集中，你们收到的效果，你们收到的成果有可能会比以前更加集中。那我觉得9月到10月当中，对你们来讲应该是最后一个比较憋闷的阶段。但很多人，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有可能在闷声做大事，或者说你们有可能会让人眼前惊艳啊，突然蜕变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你。很多人我觉得是有种蜕变的能量出现啊。这边 Temperance， 这边 Queen of Wands， 这2个女神，对。神乎其技的美丽啊！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啊，你们如果之前是个金币皇后，比如说我是一个滋养的，我是一个稳定的人，然后我是一个会在意物质，然后也会相对保守保守去行事的人。这边土象的星座的朋友比较多，也有射手座、处女座，也有部分水象星座的。过了这个10月份之后啊，我不能讲这个10月，因为这个10月是你疗愈和充电的最后阶段。过了这个阶段，你会有让人惊艳的改变，你会有让人惊艳的表现，在未来的3个月当中，对，所以当下这个月份我们要看得远一点，原因就在于当下这个月份还是会让你觉得有受到一些压抑，比如说传统能量的一些制约呀，你家庭当中男性长辈的制约，或者说是目前工作环境当中大环境当中的某一种制约，你有可能蛮想去打破的。我觉得这个牌的朋友，你们其实是要去打破一些常规做事情，去创造新的方向，去创造新的能量的人，而你们在内心当中正在去修复你们缺乏的部分，对，你们脉轮缺损的部分，在之前的一个阶段，特别是9月，或者说之前的3个月当中，你受到的一些磨难，我觉得宇宙会给你一个比较公平的回复，更强而有力的回复。牌底我们看到的是 Two of Cups， 因为这是牌底的牌啊，所以说我看到很多朋友，如果你们在显化的亲密关系，你的神圣男性能量、神圣女性能量的话，有在修复当中。我觉得很多人你们会在这个阶段里边抛下之前的一些固执，你们会抛下以前，比如说我是一个让别人觉得我会说一不二的人，然后我会很享受自己生活的人，或者说我是一个付出型的人，你将会重新的让别人来认识你，而且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和你的灵魂伴侣以及 Twin Flame 重新的聚合在一起。那我看到其实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们好像都在去找自己，然后找自己这个过程有可能会让你们一段时间迷失，一段时间是苦闷的，一段时间是愤怒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有可能找到了全新的能量啊，所以大天使正在帮助你们去疗愈你们的心轮，去接受你们当下的一个状态，无论你们什么样，你们都是很美的。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对目前的自己是很不满意的，不管有可能是外形上，有可能一些朋友你们很美，但是你们会觉得莫名其妙，我就会觉得自己哪里不好。有可能你们的月亮、你们的金星是在土象的相位，抛开金牛座，因为金牛座是一个入庙的宫位，所以说有可能你们会在内心当中总会觉得自己好像应该变得更好一点，或者说我应该让自己去包容其他人更多一点，以及有的时候相反，你们会变得固执一点。但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你们会放下一部分的之前的一些很固定的感受。这是一种成长，这是一种破土而生的能量。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就是正在去显化，所以说这个果实是这个月份当中你们可以种下的。因此，在这个月份当中，我们的许愿 ，OK， 我们的起心动念都非常的重要。我们首先看一下爱情啊，讲了这么久，看一下爱情。
很多朋友我感觉到这个月份当中的爱情、感情方面是有点卡的。我看一下啊，这边掉出3张牌是什么 ？Death、Queen of Wands， 我们都要了，好吧 ？OK， 这几张牌先出来。Seven of Swords， 有人在关注你们啊，偷偷关注啊，不管男生女生。然后你们其实是很耀眼的人，在人群当中非常耀眼的人。我看到男生的话，你们就是比较有气质的，或者说比较孔武有力的，或者说你们会比较踏实啊，让人过目不忘。然后女生的话，其实你们本身就是女神的本体啊，就是比较性感，然后你们有可能有自己的事业，你们有可能有自己很独立的一个姿态，所以在别人眼中你很特别。那我觉得这个牌的朋友，其实你们会有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就是感情里边，哎，我们怎么看到了一样的啊 ？Queen of Wands and Queen of Pentacles， 而且正位和逆位都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朋友我觉得在这个感情状态当中，你们会蛮想要去，就是探查、探知、等待等等，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很多人我觉得你们在等待一个人跟你复联，或者说你们有可能在等待一个消息、一个感情里的推进。但是很多朋友在这个牌里边，不管男生女生都不喜欢主动。有一些人你们在等待的消息正在来的路上，有可能是在10月尾，有可能在11月。还有一些人你们在被暗中观察啊，在网络上，在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在你的 SNS 啊，怎么最近讲话这么卡？还有社交媒体上面，大家有可能会不经意的被人注意起来，或者说被之前的人注意起来。很多朋友这个月份里边，对于你们来讲啊，其实感情这件事情是你们心中的一个心结，但是不想打开它。原因在于你们很希望自己能够转移注意力，看到更远的远方。那如果一个人让你感觉到已经没得可能了，你们会比较专注自己的感受，或者说当下那一个决定啊，你有可能到现在还没有多少改变，因此天使会告诉你，希望你能够去释怀一些什么。有一些朋友你们处在感情的停滞状态，所以这段感情对于你们来讲呢，不知是向前还是向后。但是我看到从11月到明年的2月会有机会，有一些人会跟你们重新的推进感情，他有可能是旧人，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在意你的人，也有朋友是年下恋情。但不管年龄条件是如何的，我觉得其实你和对方都是性格固执型的。那在感情当中有可能互相去试探，互相去推辞这个主动的责任，或者说互相想要去观察对方的动向，比较明确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有可能这个状态从7月就开始了，但是呢，从这个卡牌当中来看到，还是要再等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你们的感情能够往前去发展一下。如果是稳定交往的朋友，我觉得啊，你有可能会觉得对方有很多，比如说固执，比如说幼稚的地方，让你觉得有点带不动啊。就是不管男生女生，我都觉得他身上有很多优点，也有你赞同的点。他身上的神圣男性能量和神圣女性能量，不管是哪一边，你都会觉得是可以让你去接受和喜爱的。当然，心中也是有爱，但你们有可能会把目标放得比较远一点。比如说，哎，那我跟这个人在一起，这几天是这样的，未来3个月呢？未来的半年呢？1年、3年、5年会怎么样呢？你们都希望对方能够为自己改变一些，为自己成长一些。所以我觉得这种比较高的期待和期许啊，会让你们在感情里边多少有一点不愿意和对方配合，或者说你们会想要先把感情的承诺或者说关系的推进放在一个比较远的位置。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Ten of Cups 圣杯10号的逆位和金币1号的正位。一些朋友，如果你们想推进感情啊，比如说关系要进入一个承诺阶段了，进入一个 commitment engagement。要进行一个承诺阶段了，我觉得对方有可能会在今年年尾之后开始去展现这方面的行动。还有一些女生朋友有可能需要你们去推进，因为对方有可能他的年龄，或者说他的目前的一个状态，或者说他目前正在去追求的东西，很多时候还不在感情上，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偏离主题。比如说他有可能会更注重交友多一点，更注重成长多一点，更注重技能多一点。对，或者说他会在意金钱，会有点犹豫当下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需要注意的点并不是很多啊，沟通方面需要一些技巧而已。还有就是你们可以互相主动，也可以互相被动，这是一个可以去互相给机会的一个月份。
一些朋友，很多人，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在这种暧昧啊，或者说拉扯型的关系当中，这种拉扯会让你们觉得多少有一些可能性，但是也会觉得在未来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比较让你们心安理得存在在你们世界的连接吧，我不能说东西啊，存在在你们世界的连接，你们现在目前还并没有答案，因此呢，你们需要宇宙再给你们一些时间，去互相了解，去互相体谅。去站在对方立场考虑问题。一些朋友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会看到，不管是旧人的回归还是新人的出现啊，他们会让你们觉得有一种自己之前的许愿成真的感觉，或者说一些朋友有可能眼前一亮，遇见了一见钟情的人，等等等等，有可能在工作中，有可能在网络上，这都是有可能的。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的感情呢，也要以轻快为主，还有就是都是待发展阶段比较多的，就不管你们出来什么关系，待发展阶段比较多。如果断联的朋友还是一样，从11月到明年的2月，有可能会有机会，但这个月份当中，我觉得是互相想主动，互相又在推卸这个主动的责任。如果你们想大胆的去联络对方，或者说如果你们想在这个感情关系当中有一些推进的话，不妨去试探一下，或者说了解一下对方的感受。我觉得有可能一些朋友会得到你们意想不到的答案，但是，我看到好多朋友你们好像不会行动的样子啊，期待真爱的人，期待你们灵魂伴侣的人，或者说你们正在去显化你们人生伴侣的朋友，这个月份当中有可能会在一些人身上看到这个合适理想人的影子，但是对方要么就是不主动，要么就让你觉得有点飘忽不定，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下决定的阶段。好，感情当中呢，我感觉到有一种想要把握和控制，却不想去真正产生这种行动，爱面子，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可以拖延一些时间的能量。所以这个月份当中，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自己也是一样，很随性，很稍安勿躁。有可能你们会让自己呢，在之前沉重的感情能量当中幡然醒悟，轻松下来，去注重自己的感觉。对，所以很多人我觉得你们彼此都是注重自己感觉更多的一个阶段，因此疗愈自身有可能对于你们的感情是更有帮助的，或者对于未来的一个阶段的发展更有帮助。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在暧昧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暧昧会继续下去，有可能会让你们更加理解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这边是北焦点的处女八宫，我看到很多人你们正在去交往对象，蛮注重，比如说你们和对方都比较注重现实的条件，或者说你们希望跟对方能够去有一个星星一般、天王星一般的距离，或者说连接感，比如说网络上的连接，比如说你和对方一是朋友，一是朋友以上的关系的。还有一些如果在稳定交往当中，你们的关系也会体现出这种轻松的感觉，不会让它太沉重啊，因为你们很怕沉重的能量，这种沉重会让你们在本不轻松的生活当中更加雪上加霜。这边是一样的北焦点处女七宫，所以说处女的能量很重啊。处女双鱼，一般的朋友在这个月份里边，你们会让自己去更多的挑剔和看到一些细节，或者说你们会更加仔细的看这个人他身上的优点、缺点，以及他能不能配合你。然后你们希望对方是可以有弹性的，可以配合的。当然，对方也这样去想，这会形成一个镜面以及有一点点拉扯的关系。但没有关系啊，这个感情里边的这种，我们所说的什么？这算是尔虞我诈吗？也不算啊。这种敌不动我不动的状态呢，偶尔也会出现在我们的一些漫长的感情磨合当中，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不好的现象。OK，我们看一下今天抽到的卡牌是什么？今天的卡牌在告诉我们 The Garden。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女生，她把自己的草帽放在身边，然后正在懒洋洋的晒太阳。这边独角兽在等她，或偷偷看她。你们在被一些人盯住啊！我看到有一些人 ，They're keep an eye on you， 他们在看你，偷偷看你。还有就是你们有可能是一些人的目标，还是一样啊，不管什么样的性别，不管什么样的族群，而你们好像在享受你们的生活，然后进入了你们的一个舒适圈，然后懒懒洋洋的。或者说啊，这边有张 Temperance， 比如说我这个月份当中就是很想让自己去享受生活，然后这边有只小白兔，好可爱。白兔代表了内心的柔软，然后也代表了一种灵动，代表了温柔，也代表了春天。我看到一些人，你们想让自己去进行一个身心灵疗愈了，还有就是你们有可能会照顾自己的情绪，照顾自己的，比如说皮肤啊、头发呀，你们有可能会更加注重自己的外形，这都是你们在疼爱自己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可以去
比如说花一点时间在自己的身上，在享受生活这件事上，然后花朵会让你们的异性缘增加。把一切都交给宇宙啊！这个月份当中随性而为，自然而然。还有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吸引到跟你灵性上有连接的人追随在你左右。这就是这样比较简单、比较轻松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需要 relax， 不要紧张。如果之前你们都非常紧张的话，这一次你们有了全新的机会，在你们的花园当中种下新的种子。你们这次希望种什么花朵？如果之前的花朵，不小心枯萎了，或者说，不小心没有种到自己喜欢的状态，你们可以有一个机会去翻新它，翻新这一片土地。你可以让你的花园成为你想要的样子，你可以徜徉其中，这是你的理想国度。所以一些朋友，你们在冥想的时候可以去，连接你的灵性花园，连接你的内心花园，然后让它更加丰盛，更加绽放。每一朵花其实都是你的一个细胞。你们在被宇宙爱着，你们在被宇宙的光线呢、花朵簇拥着、照耀着，所以有大天使在你们的身边。好，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蛮注重，就是说蛮需要疗愈的。还有就是疗愈会带给你们更多的能量，而不是去耗费自己。如果相反，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目前还是有种耗费的状态，有一种赌气的状态，有一种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爱自己的状态。从今天的这则占卜开始，去学会爱自己一点。比如说，我要给自己买一瓶精油，我今天晚上要点一颗蜡烛，或者说，明天我要去给自己放一个假，我要去花园里边喝一杯咖啡，这都是可以的。很多朋友你们跟植物蛮有缘分的，你们可以种花，然后你们可以买鲜花，或者说前提条件是不过敏的朋友。还有这边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多饮水，然后多去自然环境当中，这会对你们的能量有一个很大的调整，很大的转换。对，如果工作比较多的朋友，特别是周围的人事物给你们带来了负面的能量和磁场，让你们感受到压抑的话，你们可以去这样试着做一下，好吧 ？OK， 感情方面我们就谈到这儿啊，我们下面一起来看这个事业、我们的金钱和我们的学业方面能量是什么样的。你们要相信你们非常值得被爱，然后宇宙也非常爱你们，你们的祖先和神灵一直是在你们左右的，你们跟灵性的或者说指导灵的连接是很强的。好，我们再继续看一下。Two of Cups， 好啊。Eight of Pentacles， 一些朋友恭喜你们，你们的 offer 要来了啊！如果现在在争取工作，比如说从7月到9月，或从上个月9月开始，应该是这个月吗？录这个视频当下9月啊，如果从当下你们在争取 offer， 或者说你们总觉得这个工作项目很难拓展呢，然后怎么会，或者说怎么可能？你们有可能会意想不到得到一些良机，或者说得到一些合作啊，因为我觉得你们在诚心诚意的做你们该做的事情，而且你们有打开你们的心轮，真诚的跟人沟通，所以一些爱着你们的人事物会集结到你的生活里边。我看到有些朋友，你们有可能还没有在转职，你们有可能在犹豫合作选择。这个选择有可能对你们来讲呢，是未来的一个人生规划，我应该如何去整理自己，或者说你们希望宁缺毋滥去做好一个最棒的抉择。一些朋友有可能会说，这个大环境啊，目前金币5号配上 Knight of Swords 宝剑9号，就是我很头痛，我已经痛苦很久，或者是最近的这个经济状态让我感觉到持续的有一种压抑的感觉。7月、8月、9月啊。大家的好时光将会来临，但是在这个月份当中，虽然这不是12月份的占卜，但是你们的能量有可能会从12月份之后有一个大逆转、大突破，或者说你们会有一个天降财运的好机会。但我觉得啊，如果是一步一个脚印，我们在这个月份当中光看我们的工作状况的话，其实这个月份当中我觉得会有不错的合作机会来临，但是你们多少会有一些犹豫，原因就在于其实你们的目标是相当高远的。我觉得这个牌的朋友，你们是极有野心的人，以及你们是很有个人能力的人，你们绝对不会随随便便就 pick 一个普普通通的机会，或者说你不看好的机会，你一定希望你去选择到的东西是百里挑一的、万里挑一的等等，或者说真正匹配你的。我看到其实匹配你的机会啊，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到来。给朋友看一下，你这个月份当中要不要拿到我们的机会呢？会不会拿到我们机会呢 ？Emperor and Ace of Swords 来临了啊！这边还有国王牌，所以说我觉得你的祖先、你的神灵
正在把最合适你的东西，或者说你的皇冠戴到你的头上。有些朋友是在10月，有些朋友是在12月，11月份也有可能啊。总之在未来3个月份当中，你会在最艰难的一个绝境里边突破，得到上天的一次救赎。这就是你们的能量。所以工作里边，如果一些朋友险象环生啊，投资里边也是一样的。还有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当下正在处在一个比较逆境的状态，或者说工作也是一样，哎，我苦战多时，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升职加薪的机会，或者说我的工作就是让我很疲惫，我没有期待升职加薪，我只是期待能够让自己的身体状态和我的精神能量更好，我不希望受到压抑。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你们会让自己适时的从战场当中解脱出来，给自己一些时间休假啊。这个月份当中休息，还有就是转换一个思维方式去跟人交流。你有可能会发现，很多人他们是有同情心和同理心的，或者说在这个过程里边，你会发现你重新的在找到自己的能量，虽然说还没有100%的回到你的身上。很多朋友你们会比较容易苦恼、失眠、焦虑。比如说，我现在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我在去寻找工作，或者说我最近的工作项目、业务迟迟的没有开花，我不知道未来的 KPI 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这个公司能不能做下去，等等等等。最艰难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是要这样讲，黎明前的黑暗是非常非常的不透光亮的，但是一旦那个光亮透出来，你会发现一切都亮了。因此我觉得啊，该坚持的朋友，你们内心当中肯定是知道你们想要去做什么的，也不会放弃的。看到很多人都不会放弃，因为这边有Knight of Wands 权杖9号，这边有 Strength 力量牌，你们怎么会放弃呢？顶多是在寻求新的机会，那这个机会宇宙一定会给到你。有 Ace of Pentacles 金币的1号。好，如果你们在等待一个好的合作机遇啊、项目啊、贵人呐、或者说上司的这种理解的话，我觉得会。那这个月份当中，如果你们的身体状态不佳的话，也可以去申请一些休假。还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独立做公司，你们在看财运的话，财运需要一点点的转换，它真的并不是一个马上就会疾风暴雨有一个大逆盘的时候。这个时候还没有到来，但是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的这个翻转的能量，或者说你们的运势变顺遂的能量，有更好财务机会，甚至说有几桶金的能量会出现在年尾。还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当下正在选择放弃，比如说我要放弃一些让我觉得没有前景的事业、投资项目等等，或者说合作伙伴有可能让你觉得很不给力等等啊，你有可能在心里边，介怀很久了，就这件事情你很在意，或者说你一直在反来覆去思索。我觉得做决定的能量在这个月份当中没有出现。很多人我觉得啊，你们想去做决定，但是深思熟虑才是你们的一种风格，或者说你们在考虑更好的一个机会，怎么样才能走得更远。所以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稍安勿躁，毕竟水星逆行也刚刚结束，而且还有阴影期。那在月末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行星才开始顺行嘛，给自己一点时间好吗？最快最快也可以看一下月末。好。如果一些朋友你们在等的是一个大项目的话，或者很大的贵人的话，应该在年尾啊。所以再坚持一下。学生朋友们，这个月份当中有点分身乏术啊。一方面是有可能开始有了社交，一方面你有可能要兼职，有可能你会想要读其他的学科，你可能在涉猎其他的部分，有可能你一边要学习，一边要去考资格证书啊、考驾照之类的，总之比较辛苦。但是我觉得这种辛苦，你有可能已经就是渐渐习惯或渐渐麻木，就是那这些事情就是这样，我应该怎么办？或者说你也很希望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到更多。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你们还是不会去放弃，多线发展的机会的。所以，如果是有机会，比如说被邀约，或者说出去社交，或者说，哎，我开始去其他的兴趣小组，我开始去看一些其他的课程的话，没有问题。但是你们要注重一下自己的时间分配和你们的，力量的修复。很多时候分散精力，比如说，哎，我今天晚上觉得我的活力满满，那我就打游戏啊，就是并不是很恰当的比方，但是比方一下，比如说，哎，我打游戏打一下，有可能你们就会觉得，哎，我突然就会感觉到并不是很舒适，或者说之后的这个能量回复的并不是很好，所以你们非常需要弹性的来给自己时间去休息、去娱乐放松以及去社交。那我看到你们正在去发愁的一些学科，或者说没有资源的一些部分，或者说你们在找一些实习的机会呀、offer 的机会啊，年尾会有。但这个阶段里边就是在考验你们的一种坚持，所以不管是哪个族群的朋友，你们在工作也好，你们在学习，你们在待业都可以再坚持一下。
马上就要度过了，而且你们在这个坚持的阶段也要注重身体，因为这个sorry，这个阶段当中身体是最容易被拖垮，好吗？OK，好，一些朋友，如果你们想选择出行的话啊，这个月份里边出行有可能会有点停滞啊，多多少少因为水星逆行的能量，交通等等会出现一种要么堵塞，要么就是过度拥堵那种状态啦。应该是一样的话，对吗？还有一些朋友，我感觉到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去办理一些事件，一开始你会发现一些人跟你们交好，或者说开始去把这件事情往前推进了，但是推到一半你却发现卡卡的，或者说你得到一些承诺，像是一个空头支票一样，你一直在等着对方兑现。我觉得这个人他会给你带来机会，但是就是因为当下的这个时局把很多事情都卡住了，所以你们也需要给对方一点时间，并不是你没有资质，并不是你的事情达不到完整，或者说你没有这个运气。因为这边这个宝剑姐，我看到很多朋友你们蛮发愁的啊，因为一些事情不要发愁。然后如果你们在独自度过这个风雪的夜晚的话，也不要觉得孤单或者说寒冷，因为你们的阳光 OK， 你们的成就感以及让你们有安全感满满的事物正在涌入你们的生活，这就是天使要给你们的。这张 Temperance 就是我们的大天使的能量。这边我们出现2张 Temperance 啊，很美。我们把这个 Temperance 拿过来，大家的主牌好吗？好 ，OK，其他方面要提醒大家，健康方面一定要注意啊，健康的方面，或者说不要过度的运动，也不要过度的赖床，然后让自己多出去晒晒太阳。如果你们真的是觉得，我全身无力，或者说我就是懒洋洋的呀，等等等等，可以找知心的朋友谈谈话，不要去逼迫自己在没有状态的时候，没有精力的时候去过度的释放自己的精力，因为这个时候你们会觉得啊。勉强去做一些事情，反而会让你们感觉到身心俱疲啊。OK， 其他的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还是可以去将自己的一些能量疗愈好的，或者说调整到最佳状态吧。当然需要一点点时间啊。OK， 那我们看一下啊，天使卡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呢？这边我们抽到了一张 Authenticity， 真实。展现出真实的自我，跟上天、跟宇宙、跟造物主、上帝展现出来我们最完整的一面，或者说最完美的一面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被创造的时候就是完美的，就是很像是我们佛学当中所讲的自信啊，我们的自信本就圆满，因此你的内在已经充足，或充满了所有的你需要的智慧，你需要的能量。你在任何情况之下所需要拥有的解决方法，所以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内在是非常坚韧的。这边可以看到国王牌，这边可以看到 Queen of Wands， 你们其实就是战士啊，但是当下一个阶段，你们就会觉得自己被困住了。其实你在内心当中的你这个真我或你这个高我，已经在源源不断的把你需要的智慧同步给你了。所谓的同步，就是在你的阿卡西当中去，你的阿赖耶识当中去下载你需要的智慧，你需要的能量。所以任何的时候展现出真实的自己，就是在去做你的人生使命，就是在去走你的成功之路了。我觉得你们其实是一个注定会成功的人，不管男生女生。虽然说我们看到是 Queen of Wands， 但在之前的一个阶段，9月之前的一个阶段，你们都会觉得自己被卡住了，甚至有一些朋友，你们开始去消沉，你们开始去，好吧，居然时势不给我机会啊，居然这个世界没有给我机会，那我就先去。玩一下，我就先去摆烂一下，都有可能。但是其实宇宙正在把机会带给你，所以不要觉得自己被埋没，也不要觉得自己永远都不会再得到优秀的机会。你们是值得这些优良的机会去展现你们自己的，做真实的你们没有问题，好吗？也不用去为了谁刻意改变啊，展示出你们真实的愿望。所以再去面试的时候，再去展现你们智慧的时候，再去跟人沟通沟通与连接的时候啊，你们可以做这个 Two of Cups， 也就是说工作里边也是一样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真实的面对自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把其他人当成我们内心当中的镜面反射。
OK，我们内心是什么样的状态，反射出对方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以及情绪。其实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蛮有那种疗愈的光芒的，所以有可能有一些朋友会突然的找你们聊天，突然的靠近你们，原因不在于他们想在你身上得到什么，而相反的是因为你身上本就有这样的一层光芒，你的 aura， 对，会吸引他们，好吗？OK。好，最后看一下，我们在这个月份当中该如何调整我们自己呢？首先看一张神谕卡 ，Purification，净化，好吗？今天的卡牌让我感觉到啊，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就是要去净化、疗养，回到你们的灵魂的花园啊。我们可以在冥想当中呢，去幻想我们自己的内心里边，我们的心轮左右有这么一个内在的花园，它有可能是我们在宇宙当中的家。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你可以去疗愈自己的，让自己回归到一个真我本性的一个状态的地方。你们的顶轮很开，所以其实你们知道自己的家里在哪里。一些朋友你们有可能是 Star Seeds， 对，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其实现在正在去找你们的人生使命，去完成你们的一些任务，因此你们会觉得挺身心俱疲的，或者说我有一种使命和任务在我的身上，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生命倍感沉重啊，我无论如何去，比如说逃避也好，或者说我无论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建立自己的生活也罢，我都是不满意的，因为不走上这一条路，我就永远觉得没有找到自己。所以找到和释放真实的你，去走那条你想去走的路。如果一些朋友还没有找到的话，先回到你的家园，去静静的观想。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不用在当下寻求太多的答案。这个月份里边，你们更多的是要去疗愈自己。在这种缓慢的疗愈和自我观察当中，你会发现一些答案正在接近你。好，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给我们自己一点时间去喘息。然后呢，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去接近这个瀑布啊、湖水啊，还有一些朋友你们可以去接近鲜花，然后你们可以去用水晶的方式进行冥想。更多的朋友，我觉得这种净化对你们来讲有可能是极其需要的。我看到你们周围的环境有可能会让你们觉得比较混乱，有可能会让你们的磁场感觉到备受干扰，因为当下我们整个宇宙和我们整个地球的频率都在提高，然后这个磁场在改变，所以我们的身心灵都会感觉到一种震动，我们会失眠，然后我们会多虑，然后我们也会很在意外界的一些变化，这些外界的变化也会带给我们内心冲击。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反而要回归到你们内心的平静去啊。好，找你们喜欢的方式。好，下一张我们看一下月相神谕卡告诉我们什么？OK，我们今天抽的牌很好哎。录这一则视频的当下就是天平的新月啊 ，New Moon in Libra。OK，Know you're loved。好，这个天平的新月就是这则占卜的能量场，就是要告诉第二副组牌的朋友，你要相信你在被爱着，你在被宇宙爱着，你在被你周遭的人事物所爱着。当然了，事和物它们本就有灵在中间，因此当你能量提高，这些能量都会涌向你，在你的周围。这后面是一个富士山还有樱花树。有些朋友跟 Starcy 一样在日本吗？在这个天平的新月到来的时候，你们需要让自己放松你们的身心灵，然后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会开始，比如说梳妆打扮，或者说你们开始去整理自己的家居。对，关于美的事物都会让你们感觉到快乐和舒适。这种能量其实也是大天使带给你们的，你们需要被疗愈，你们需要去接纳自身的状态，你们也需要让自己在当下缓和自己的情绪。一些朋友你们可以用花朵精油，然后你们也可以用粉色水晶就是粉色水晶，因为这是天平月的水晶嘛，来进行冥想，这都会对你们完成自我之爱或者说充实我们内在价值这件事情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你们是被爱的，就是这一个能量给大家了。一些朋友你们就是天秤座要过生日了或在过生日中好，那我们最后再看一下今天我们抽到的易经卡来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今天抽了一张水泽节卦See taxes 人間関係人を許す宿地飲酒節度をわきまえる。这边有一张圣杯九 OK， 说的是节制节制也是我们 temperance。一些朋友如果你们最近蛮喜欢饮酒的，或者说你们现在有一些 addiction， 你们开始去依赖一些
事物，比如说你们蛮喜欢吃某一种食品啊，然后你们在某一个时间段就比较喜欢刷剧，然后一直在吃零食，或者说用一些逃避的方式来掩藏你们内心当中的憋闷。因为这边这个 Queen of Pentacles 代表了一种，就是我被卡住了，然后我内心当中的一些能量得不到释放，还有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在不在对的方向当中，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爱自己，我是苦闷的。或者说我是让自己有点想不清楚的，有这样的一种能量出现啊，不是说每个朋友都会这样。还有一些朋友特质是饮酒，好吗？然后要有一些节制，原因在于啊，任何事情我们都是有一个度量，才会去把我们的幸福召唤出来。在面对诱惑的时候，我们应该适时的去停下脚步，慎重的对待每一件事情。理解啊，有些朋友我觉得对你们来讲，这件事情就是你们有可能很依赖的事情，不管是跟一个人的关系，有可能这个关系是有毒关系啊，少部分朋友是这样的，还有部分朋友有可能是你们无法原谅一个人，一些朋友有可能就是某一种食物、某一种饮料等等，对。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你的安全感，原因在于你的内在没有安全感，所以你才会觉得我应该，放纵自己的欲望在这件事上，在这个人身上。其实不是的，有的时候这件事情它也是一个有度量衡的东西，也可能是宇宙给你的一个 test。所以任何的事情你需要像天平一样把两端平衡起来，这也是阴阳平衡的一个能量。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需要去面对真实的你们自己，不要再逃避了。还有就是面对自己之后，也不用先去解决什么问题，你们需要先疗愈自己啊，先让自己在一个舒服的状态。对，嗯，不要再卡住自己了。其实你们完完全全有机会往前去走。从9月出来之后，你们就已经是全新的一个人了。但是在全新的你们走向黎明之前，你们需要把战场上的灰尘洗干净。因此呢，这种清洗是什么？比如说花一点时间跟自己独处，或者说你们需要去回归自然，这是最重要或者说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啊。大自然，我们的盖亚大地母亲包容了一切，吸收了一切，就像水，就像空气一样，净化了一切。OK，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牌的朋友，你的能量是正在播种的能量，也就是说一个新的阶段马上就要开始了。每个朋友不一样，有些朋友从9月末已经开始了，有些朋友就是从这个天平新月今天大家看占卜的这一天开始的，还有一些朋友会在未来2个月当中渐渐的去播撒你的种子。那在这一次，你希望你的花园长出什么样的花朵呢？大家在这个阶段可以去试着显化它，可以去试着去想它一下，好吗？这个种子有可能是你的感情，有可能是人际关系，有可能是你在期待的一件事情，有可能是未来那个更完美的你啊，这都是可以的，好吗？不管男生女生，国王 Temperance，好吗？OK，那今天我们就看到这儿了，很感恩跟第2副组牌的朋友今天的连接啊，希望在水逆当中，Star C 讲话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卡，很受影响，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包容一下，也希望可以跟大家有一个好的连接，在这个占卜当中，真的给大家需要的讯息。最重要的就是希望10月当中大家都是一切顺利的，可以平稳的度过这一个黎明前黑暗的阶段。那祝福大家，天秤座的朋友啊，天平上升月亮的天平的朋友，可以点开最后一则影片看一下你们的生日锦囊是什么。OK，那今天我们所有的卡牌就到这里啦，感恩大家今天的观看，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好，选到我们第3副组牌，粉色水晶柱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抽牌。好，选到我们第3副组牌，粉色水晶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我们的10月运势。我们看一下，在10月当中，我们的整体运势以及我们在感情、事业、财富等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运势转换，也会帮大家来看一下应该如何调整我们的能量、我们的频率和状态，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3副组牌的朋友们。好，那首先看一下我们抽到这个粉色水晶柱，对应的这个卡牌能量是如何的啊？看一下大家在10月当中是什么样的状态 ？Healing the past，OK，我会带着力量和清澈走入我的未来。I step into my future with strength and clarity。哎，上一副里边我们在看到的能量是播撒种子，在这一副当中就已经看到了竹笋宝宝。
破土而出的新生能量。所以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要么就也选择了第2副，或者说你们对第2副组牌也有一些感受。其实你们在这个能量场当中让我感觉到啊，你们是从第2副能量走出来的。原因就在于你们也经历过黎明之前的黑暗，或者说现在你们有可能还会处在一些有一点朦朦胧胧的，或者说有部分困惑的阶段。但是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正在去走的一些方向，你会发现有非常强烈的一个信号，你的选择是对的，或者说它会有一个很积极的反馈、回应以及答案。很多人我看到你们已经准备好全新的开始了，你们已经放下了过去，并且在过去的那一个种子或那一个躯壳当中找到了新的能量生长出来，打破土壤给你的限制，或者说打破你之前的一个结界给你的限制，你真正的会让自己全新的生长出来。所以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应该是经历那种死神牌的蜕变啊，经历过一个蜕变的阶段，一个 transformation。之后你们再疗愈自己的心轮，再从过去走出来。所以如果现在还卡在过去的朋友，不管是感情上的，还是你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变故变化，或者说你们会有一些还没有过去的坎在这个月份当中，一切将会被宇宙治愈，你将走进新的未来。对，所以如果现在你们在感情里也好，在事业当中也罢，没有看到新的机会，或者说你们现在还觉得，哎，我还在土下面沉浮着蛰伏着，你的机遇在这个月份当中一定会到来，你一定会离开之前的那一种状态，然后你会看到新的太阳，你会看到，你会像一只欢快的小鸟，你会像破土新生的花朵，或者说是枝芽，然后你会让自己真正的扎根。我看到很多人，如果你们已经换完工作了，或者说你们现在已经在一个新的生活阶段，你们搬完家了，或者说你们分手了，这都是可以的。或者说你看到一个新的人了，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会真正的从当下的状态当中再往前走一步，然后你会完成自己在之前一个阶段里的困惑答案，你会面临新的挑战，然后你会带着全新的能量往前去走。所以我很喜欢第3副组牌的朋友，你们身上的能量啊，你们让我感觉到了真正的从这个群星逆行当中你走出来了，并且你们也给自己创造了新的机会，这是你们应得的礼物，这是你们的生命能力最高的一次体现。然后我看到你们像是新生儿一样，不畏艰险的去接受了一些新鲜的事物，然后你周围会有你祖先的保佑，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周围有很多很多正在生长成参天大竹嘛，参天大树，或者说正在成长的更高更高的竹子在周围保佑着。所以我看到其实你们首先如果你们羡慕周围的人，首先你们如果会跟周围的人比较，甚至你也会觉得，哎，为什么我之前的一些事情就是进展不了？为什么其他的人可以比如说，哎，成双成对的，或者说其他人他们可以拥有他们生命当中很轻易得到的一些东西，而我却要花很多的时间，因为你正在去完成你内心的一次修复。我们每个人的业力是不一样的，你的这一次修复有可能跟前世有关系，你的这一次修复有可能是跟你要去突破的课题有关系，而这一次你将会变得更有能量。那未来你有可能是，我觉得是一片大好的，或者是不可小觑的。所以我觉得第3号牌的朋友，你们完全可以去抱有一个相当积极的和相当乐观的一个态度来面对你们在未来的一个阶段。那我们这边的牌是 relaxation。我看到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啊，特别是新月到来之后，那今天我们在录制这则视频的时候，就是天秤座的新月了，非常美的一个能量，你们将会获得一次释放，你们将会去真正的开始，身心灵的休整，你们开始有了好的睡眠。有些朋友如果之前你们一直失眠、多梦，然后你们一直多虑，你们很苦恼的话，我觉得在这个月份里边，你会发现，哎，我突然开始能睡得着了，或者说，哎，我突然开始可以去放松我自己了。我突然可以找到一些快乐，比如说晚上的时候居然可以独自或者说跟朋友一起去分享一下私下的想法呀，或者说我可以跟自己独处啊，看我自己喜欢的drama连续剧等等都可以。很多人我觉得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蛮平静的，享受一种自我的空间，然后你会回归到你的12宫。你的12宫就是你来的地方，它有可能是宇宙无穷无尽的尽头，我们的源头啊，追溯到我们的源头，有可能你会回归到那种绝对精密的状态，让你自己感受到一种平稳、舒适、快乐和和谐。
这也是你内在的一次完整的修复。所以我觉得一些朋友你们会放下一些烦心事啊，很不错的能量。好，那下面我们一起洗牌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整体能量是什么样的？好，首先掉出来了啊 ，Strength in Reverse 逆位的力量牌，这边有一只北极熊，应该是一只神兽啊。OK， 我们再继续抽，这张牌要掉出来啊 ，Three of Pentacles 金币3号，它想出来，我们继续再看一下，大家能量是如何的 ？King of Cups，OK。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你们会选择啊，对很多的事情不再去强求，反而你们会专注当下的生活啊，会开始静心的去做好自己每一件生活里该做的事情，甚至是比如说认真的为自己折一个衣服呀，然后认真的去打扫一下房间，认真的把你们应该做的工作里的细节部分做好。然后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会放下以往的一些，比如说防卫机制，你们在跟其他人的工作交流当中会变得更加理性。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在这个月份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无力感，更多的人你们有可能会变得比较感性，这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改变。Seven of Cups in Reverse 啊，圣杯7号的逆位。很多人我觉得其实对你们来讲啊，从8月到现在为止，有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是比较艰难的一个时期，或者说你们之前的一个梦想破灭了。Oh my God， The Tower in Reverse， 一个梦想破灭了，或者说之前，一个让你非常看好的计划，一个让你非常看好的人，让你大跌眼镜，或者说一件事情突然就发生了崩盘，不管是什么事情，或者说一些朋友突然失业呀，突然没有那个项目进展的机会，工作的机会等等。但无论如何，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会重新的接受这个现实，回到你平凡的生活里边。这个生活并不是只有平凡，而是你在每分每秒的改变当中，真正的稳定了你的情绪，接纳了你外在和内在的变化，同时开始了疗愈，这都是有同步性的。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在8月到9月期间曾经的一些经历，包括一些朋友是7月啊，7月开始的一些经历，会让你们突然有一种这个世界怎么了，或者说很颠覆你的那种想法。还有一些人，你们有可能就是希望破灭、落败，让你们没有了自信心。然后这边是 The World 世界牌，这边是 Justice， 所以说这个宇宙啊正在给你一次全新的平衡，能量的平衡，给你正义。所以如果你之前觉得什么是不公平的，什么是让你没有能量的，什么带走了你的能量，消耗了你的能量，你的能量将会重新回归到你自身。我看到有一些人，你们有可能在这个月份当中，首先回归平稳，疗愈过去，接纳现实。再者就是有一些东西在你没有期待的情况之下，反而会进展，反而会回归。所以我觉得一些朋友，你们会觉得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反而会让自己变得比较简单纯粹的，就是我只是想要把我的一些事情做好。Knight of Swords in Reverse， 我们把 Justice 放在这边，我们再抽一张。OK， 哦天呐 ，Lovers 出现恋人牌耶，还有一些朋友你们要复合啊，这个月份当中是 ，Oh my God， 复合的一个能量会出现，就是让你们挂在心上。这套牌里的宝剑9号怎么跟宝剑10号这么像啊 ？OK， 让你们锥心刺骨的疼痛离开了你们。我看到很多人，你们不仅锥心刺骨的疼痛啊，灵魂疼痛，你们的身体也很疼痛。这件事情会离开你，因为你将重新的去找到你自己。我看到其实之前你曾经很看好一件事情，真是这样的，因为这两个人是一个人呢。你曾经很看好这件事情，你曾经是非常有能量的人，你曾经很体面，但是有可能不管因为什么，你的自尊，你对待自己的价值判断，你对待这件事情的判断，却被现实狠狠地打了一巴掌。然后你一定要醒来，但是在这个醒来的过程里边，你重新的给了自己生机，你重新的去理解了灵性，你重新理解了这个宇宙，然后你将会回归到你自己。不管这种回归是一个人的回归，一件事的回归，还是你自身能量的回归，一切都会回来。
所以之前你认为你失去的事情，其实在这个月份当中反而会复原。当你不再期待的时候，当你接受了你自身的一些脆弱、漏洞，或者说当你接受了你自身并没有无往不利啊，并没有百战百胜的时候，你成功了。这种成功，我觉得是宇宙给你的一课。这个牌我觉得 Ten of Swords。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很棒，你们终于从黑暗当中醒来了，你们的黎明就是来了。我们的标题说是黎明前的期待和守望，你们应该是黎明之中的守望吧，黎明之间的守望，就是这个黎明在进行时。跟前2组不一样，你们真正的从这个过程里边逃出升天了。恭喜第3副组牌的朋友，你们终于可以让自己睡一个安稳觉，因为这些扎在你身上的宝剑，这些战败的像是墓碑一样的宝剑啊，它一一的会掉落，然后宇宙会给你一个 healing， 会给你一个疗愈，会给你一个放松的阶段，然后一切外界的纷乱、纠葛、阻碍全部都过去了。一切那些让你痛的，那些让你没有办法去呼吸的经历，会给你重新的一个机遇，让你看到一些迹象正在发生，起码是一些迹象。有一些人你们干脆就是看到了新的机会，无论是感情上的、事业上的、工作上的，会看到机会，你们会看到连结，你们会看到真正属于你们的事物正在到来。有些朋友甚至是正缘会真正到来。所以呢，我觉得不管如何啊，这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让我感到非常的不错。然后，对，因为解了前2组牌，感觉第3副组牌的朋友啊，总之是会为你们感到非常的振奋、开心以及恭喜你们。好，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感情方面我们能量是如何的啊，我们来解释一下。还有些人很明显，我感觉到。特别是女生朋友啊，有人要回归，然后这个人有可能会杀得你措手不及，或者说有一个 offer 啊，有可能会让你措手不及啊。有一个人要给你 offer， 工作上我相信也是一样的，有些朋友会得到工作的机会。Three of Swords， 你们的感情怎么了？刚刚洗牌会觉得很卡，然后也会觉得很痛。你们在这次心痛的旅程当中啊，不管之前怎么了，单身的朋友有可能会觉得，哎，我怎么心痛了？我觉得有可能你们在前一段时间的心轮挺卡的，就不管你们能不能打得开，然后之前有没有人，还说真的分手了，很多人就是分手来看这套牌。你们在这个痛的旅程当中学会了如何去看待未来，如何去学会静静等待。如果之前你们是一个急赶的人啊，就是什么都赶着，心急的人，或者说如果之前你们是一个我们说欲速则不达吧，会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出现，你会觉得一些事物本应是在你手中你可以控制的，却失去了控制，脱缰的野马一般，让你来不及提防，甚至你有可能会非常努力的去用你的能量治愈一个人，或者说作用在一件事上，反而这件事情会让你觉得失落万分，伤心万分。在这个伤心当中，你学会了静下来去等待，你也学会了回归到自己的本我和自信当中去寻找你的智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刻啊，这一定是一刻，不管是跟谁，你学会了啊。很多朋友有可能跟你的灵性、跟你的高我、跟你的真正的灵性旅程连接上了，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开始了去接触灵性、接触宗教，然后接触接触这方面的一些领域，还有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就充实了自身，开始去学习了，有可能是你们的专业上的，有可能是你们工作中的。然后你们其实在静静等待，一些朋友是等待对的人，一些朋友等待的是正缘，还有一些朋友，绝大多数的朋友等待的是这个让你伤心的人给你的答案。这个答案可以是多元化的，一些人有可能你们就是想要一个answer， 有些朋友你们就是想去在这件事情当中得到一个真正的结论，我只是想知道真相是什么，等等等等。那在这个月份当中，其实你们会发现，首先一是我不执着，我没有什么好等待的，或者说我其实已经看透了这件事情啊，宇宙在教我去学习如何爱，在一些破碎当中去寻找爱的美好，而不是爱的控制。还有一些朋友，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会重新的感觉你们可以再重新再爱了。我感觉其实你们的感情对象啊，他也正在走向你啊。一些朋友就是你的 twin flame， 他是你的 soul mate， 这个是比较明确的。还有一些朋友，这个人是你的正缘。总之，我看到很多人，你们是心有所属的。来看这一组，
哎呦，水象星座的朋友啊，巨蟹、双鱼、天蝎，然后有，狮子座，有天秤座啊。总之，因为这是个天秤月啊，天秤座的能量在每个牌当中都有。然后我看到风象星座比较重，有双子，好吧？嗯，好，我觉得其实你有可能开始去换位思考，理解对方，理解一个人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牌里边有很美好的一个镜面啊，这边两边是圣杯，这边有女祭司和教皇牌，然后这边圣杯皇后和圣杯骑士。所以也恭喜第三副组牌的朋友，在这个月份当中，你将收获真爱。我们先说稳定交往的朋友啊，稳定交往的话，这个月份里边，你心中很纠结的一件事情，它很让你揪心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关于承诺，比如说关于异地关系的解决，比如说对方的一些工作、财务的问题，你们两个人的联络有可能会有点终止，有点卡住等等。还有一些朋友，有可能交往中都会断联啊，因为之前我觉得一个阶段对方和你因为一些事情就是没有办法去整理，这个月份里边，我觉得你和他重新的思索之后，会有一个新的连接。当然，我觉得这个能量主要体现在你们在想清楚问题，你们开始想清楚这件事情是来源于什么，你们应该如何解决它，或者说我不知道如何解决，但是我知道我和他对于彼此的爱是真的，你们开始正视这件事情了。那这就是一个相当好的现象。我很多朋友，如果你们在还是一样稳定关系的话，这个关系会深入，会加温。然后有些朋友你们会选择见面，比如说你们在网络上认识蛮久了，也会选择跟对方相约见面，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对，还有些人我觉得啊，你有可能在等待这个人，但这个人他有可能在承诺关系上有点卡住，比如说对方他有可能会让你觉得不够稳定啊，或者说他会让你觉得在物质上不够成熟，在个性上还不够包容，这个人会因为失去你而成为一个真正的神圣男性。所以说我看到在断联当中的，在分手当中的人啊，这个人会重新要给你一个承诺，希望修复你的心轮，然后这个人他希望跟你在一起，嗯，他是轻松的、快乐的，你也是轻松的、快乐的，而不是沉重的。之前的能量我觉得太过沉重，你们有可能会用一种轻松的方式重新连接。Healing the past，一些人是旧人呢，跟旧人修复了关系，还有一些人有可能你和这个旧人啊，比如说他只能成为我远方的一个朋友，或者说，哎，这个旧人目前还没有一个复合的迹象，但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再重新的去深入了解彼此，在一个新的角度，用一个新的身份去了解彼此，所以这是相当积极的一个意向。女祭司和教皇牌，我感觉你们两个人其实都，你们两个人首先在灵性连接上很强，再者就是这个人由于经常梦见你，他有可能会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决定了，或者说啊，我的真爱就是你了，我终于正视这件事情了。有一部分朋友，我觉得你们会觉得你们的爱是有缺憾的，那在这个月份当中，宇宙应该会帮你补全，他有可能会给你一个 sign，会给你一个信号，让你真正的理解这件事情的内在是什么。就是这一个人，他不是为了欺骗你，不是为了其他而到来你的生命的，是为了让你学会这一课，而且他的爱其实是真诚的，他的灵魂的爱是真诚的。很多人你们在经历真爱关系的历练啊，不管他是twin flame，他是 soul mate，还是正缘，一小部分的朋友他是你的正缘。这个人如果要给你承诺或在稳定交往，以及你们在暧昧关系当中的话，我觉得这个人相当程度的跟你是比较相似的。然后你们有可能都是比较内向、文静、内敛型的，有文艺气质的男生女生。这个人他轻易不行动，所以如果你在8月左右 push 过他，这个人有可能会让你觉得非常摇摆不定。一些人我看到了，你们有可能会选择贸然分手、贸然断联这种章节。还有一些朋友啊，如果你们真的分手了，然后首先我看到，如果你们对对方余情未了的话，有可能一部分的朋友你们会重新的联络，还有一部分朋友，我觉得如果你们现在跟对方是隔着距离的话，有可能首先要去解决的是这个异地关系的问题，这对待你们来讲是非常艰难的，或者说需要先稳定自己的事业、学业再去做的一个决定。因此，在当下这个阶段里边，你们都在守望，在等待。但无论如何，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他是你的镜子，他确实跟你在灵性上有连接，你们在维度有连接，你们在前世有约定，你有可能会开始完全了解这件事情，包括对方也一样，他在同步你，或者你和他在互相同步。好，由于我们看见恋人牌啊，就是一些单身的朋友或者一些暧昧以上的朋友，这个月份当中很
大程度会确定关系，或者说单身的朋友如果还没有这个人的话，对方会向你走来。但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会经历异地恋爱啊。这边有一张世界牌，这边有 Three of Wands、Two of Wands、Seven of Cups， 异地的恋爱，网络的恋爱，一个突然让你觉得相当有连接、相当有感受的你的前世的恋人会来到这个你的世界当中。我觉得一部分的朋友，如果你已经从之前的一个充满了伤害，对之前的一个 cycle 充满了，我觉得是很多眼泪，然后每天好像都在下雨的那种情绪状态啊，你们会走出来，你会看到希望，你会看到林间洒下来的斑斑点点的阳光啊，在你的身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你需要让自己在精神上首先放松下来，再者就是重新的允许宇宙来治愈你，也允许其他人走向你的生活。很多朋友，这个人他就是你的镜子，水象星座的，也有可能是网络恋爱。一些朋友要警惕网络恋爱，对，网络恋爱要先辨明一下对方的身份啊。当然了，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是有判断力的人啊，只不过当下处在一个比较受伤的状态，所以这只是一个提醒而已啊，相信大家的判断。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在这个阶段里边反而会觉得很随性，就是我不再去强求和争取什么，我也不再强求和争取自己脱单，或者说认识一个新的人，或者说跟之前的对象怎么修复关系，你会很从容很自在。相反的，这种能量会引发对方的一种疗愈，会引发你的感情对象走向你的生活。所以一些人，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会恋爱，好吧？而且这个恋爱很大程度上会连接到未来。这个人会在考虑跟你的未来，你也在考虑，虽然说并不明朗，但是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好的迹象了。因为我们的一个月份其实并不长，只有这20几天、30天左右的时间啊。好，感情我们看到这儿啊，我们看一下感情的神谕卡告诉我们什么。哦，今天我们抽到一张阴阳牌耶。Twin Flame 嘛，你们要复联了，一些 Twin Flame 你们如果断联了，断裂期啊，这个我看到，之前逃跑的人会重新走回你的世界。这个人他并不是想跑掉，想要去切断跟你的连接，是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好。还有一些人他有可能是你的正缘，以及小部分朋友他是你的 soul mate。我看到你们两个人在各自修复自己，走一个各自修复的旅程。所以一些人，你们两个人啊，一个人在重新的让自己破土重生，就是我把自己断掉重练，破土重生。还有一些人，有可能你的对象他整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不想醒来，原因就在于你们都需要一点时间让自己重新的复原、修复，走到一个新的阶段。大家不要小看竹笋啊，其实竹笋长得很快，有可能第2天、第3天你就会发现。当然不是自然当中啊，我们只是比喻啊。这个枝芽，只要你在你的灵性和内核上有能量，它有可能会瞬间成长成为一个参天大树。我相信之前你们也是一样的，无论在感情上还是事业上，你是很有爆发力的人，你是很不畏艰难，不怕重新开始，不怕回炉重造的人。但是啊，唯有感情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你们的一个软肋，由于对方他是你的 twin flame。好吗？或者说他身上带有你神圣男性能量和神圣的女性能量，你身上缺失的那一块，所以这边有世界牌，有人要找你去重新的连接这一个关系，你们之间将出现彩虹，你们将会珠联璧合。我看到，所以当下我觉得一切都是宇宙的一种安排啊。我们说，不管是天下大事还是感情当中，分久了就会合，合久了也会出现分，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直在变化的，包括这个阴阳，其实他们是在不断的运行、不断的运转、不断的变化，才能够去产生更强大的一股能量，就像我们的宇宙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月份当中，你们有可能重新修复好了自己，还有就是你们会有一个全新的形式重新聚合，重新去迸发火花，这是你们两个人之间所出现的一个能量的集合。还有就是我觉得你的感情对象，不管男生女生，他真正的修复好自己和想好了，总比之前对方没有准备好去揠苗助长的好。所以这颗种子已经长出来了，在对的时间，我们才可以去收获果实，才可以去看到景色，而不是只是看到沉闷的大地啊，没有一丝生机，枝芽所有的种子全部在大地底下。
所以这是第3副牌的朋友的能量，我觉得很不错。好，那下面我们看一下在工作和事业方面是什么样的啊？感情里边我们就不多赘述了，因为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的、比较积极、比较轻松的一个能量，所以希望大家得到这个能量之后，去相信它、显化它，还有就是深深吸一口气，不要再紧张，不要再伤心。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工作、事业、财富方面。哎，这边有张 Four of Swords 宝剑4号掉出来，我们再看看啊，什么能量出现了？怎么又是 Three of Swords？ 第3副牌的朋友，我只能说啊，不破不立啊，不破不立。大家有没有看到死神牌和宝剑3号出现了啊？你们啊，如果之前你们已经被盖棺定论了，你们就会从你们的心口把宝剑拔出来，然后从这个棺材当中掀起来。我这样比喻是不是不够不是很恰当，或者说不会让大家感觉很好？但真是这样。其实生死这件事情，我们没有说它是一个玩笑，但它其实在我们的灵性当中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倒不用去避讳这个话题。我看到很多人，你们会从你们的心口，会从你们的伤口上拔下你们的宝剑，然后你们会自然而然的不治而愈，然后你们会重新的走回你们的世界，走回你的宝座上，然后你将会得到宇宙给你正义的裁决。如果你之前是付出过多的那一方，工作里边啊，如果你之前是没有被正确评价的那一方，宇宙会给你一个正确的裁决。很多人你们会有意想不到的贵人来到生活里边，或者意想不到的正义来到你们的世界里边。对，因为今年的10到11月份啊，就从9月已经开始了，很多能量都是如果之前这个事情是不够公平的，之前是有一些真相被隐藏的，这些事情其实有可能在之前的一个阶段里边，甚至是数年、数十年已经固化的一些东西，再被重新的整理、评判、审判等等。所以我看到很多新鲜的事物正在催生。对。然后这个天地的秩序正在发生改变，所以第3副牌的朋友，我感觉到你们在事业上，如果之前你们就会觉得这个环境它是不适合你的，这个薪资待遇完全配不上你的付出，还有就是这个上司等等会让你觉得，很无力，然后一直在寻找 offer， 没有看到一个合适的、满意的、匹配得上你的机会的话，这个月份当中它必定出现。我觉得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能量太好了，所以呢，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一切都不需要去强求，它来的恰如其分，来的刚刚好，因为你们把宝剑已经拔出来了。其实自己去拔自己的剑是非常痛的，有可能比这个剑刺在我们身体里还痛。但是你们是勇士，你们是战士，而且你们是真正，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你们失败了3次，或者说你跟一个人，或者说跟一个项目连接了很多次，我看到3这个能量蛮多的啊，感情里边有可能也是3分3合之类都有。然后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会发现有新的机会。有些朋友会觉得哇，不要这么折磨我，要千疮百孔了。但是你是不治而愈的人，你是永远都可以新生的人啊！就像我们的灵魂无数次的轮回，无数的次的转换，你还会像一个新生儿一样去期待朝阳的人，你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这副牌的朋友，你们在10月当中一定会得到宇宙给你的好机会。事业当中的朋友，你们会一改之前的这种失眠然后焦虑或者说没得机会，你们会发现新的机会就在远方。很多人你们都会得到新的 offer， 新的能量，而且它是薪资待遇很优的。如果你在跟人合作、谈生意做你自己的公司这个月份到11月你都是会顺利起来的。对，前提条件就是很多朋友你们在8月之前真的很卡，然后这是宇宙给你们的一次全新的评判，给你们真正的一次 bonus 奖励。奖励你们之前的伤痛，奖励你们的坚强，奖励你们跟宇宙之间的信任和连接。一些朋友你们会有财运，有可能10月末，有可能11月中，你们会有财运，有可能这个财运来自远方，有可能你的 offer 来自远方，有可能你的合作方它是一个很大的机关，它来自远方。有些人我觉得你们有可能失业了，失业让你们觉得身心俱疲，然后你们会觉得你很努力，但是为什么这个工作或这个 offer 它不是你的？你没有收到一个公正的评价，甚至你会很怕自己没有未来。大家不要怕任何的成功一定要试炼，对，任何的种子它都是也要经历风吹雨打和自然环境的
残酷的考验才可以真正破土而生的，不是每一颗种子都会发芽，都会成长成健康的、茁壮的参天大树。你们可以，因为我看到了宇宙在给你们机会，给你们 offer， 因为你们太痛了，好吗 ？OK，然后对一些投资当中的朋友啊，或者说看金钱财运，我觉得你们财运会变好。从今年的10月到明年的4月期间，你们会迎来一个不错的阶段啊，不能说高光，但是一定会让你觉得生活渐渐变得舒适了，你也渐渐变得有余裕去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了，甚至你开始有新的节奏去发展你的事业，开拓你的未来。然后你将会被正视，你的能力会被正视，会有贵人去赏识到你，给你机会，或者说这个贵人他是一个机关，他是你真正的实力得来的正确的评价，所以你们的实力一定是达标的，好吧？那我们说实力达标，我们看一下学生朋友以及你的考试运怎么样啊？学生朋友，我觉得你们在之前的一个阶段有可能没有收到好的成绩单，或者说你们想要去某一个学校，这个 offer 迟迟不到。还有就是你们有可能会觉得最近没心思去进入那个学业状态，你们有可能会很牵挂远方的人呐，某一个亲人的健康，或者说某一个人的状态。这个状态会结束掉，在这个10月当中，你会重整旗鼓，非常有效率的去完成你的课业，甚至会超纲完成。一些朋友啊，我觉得你们这个状态的这个改变，有可能来自于你们的情感关系、人际关系，也有可能会来自于你发现了你可以去开展自己，或者说发挥自己天赋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和科目。你们会重新得到机会啊！如果之前你们在写论文呐，你们在做课业呀之类的，你总会觉得啊这个很难，或者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在这个月份当中，你将会看到全新的方法，你将会有全新的能量，你不会再拘泥于以前你的一些方式，这个是宇宙给你的，你需要去突破的点啊，灵活的、弹性的、充满内在快乐去探索这种知识。去探索知识的海洋，要这样讲啊，南焦点的双子七宫，我看到其实对于你们来讲，有些你们正在学的东西，你们前世就学过了，所以你们有可能是那种聪明伶俐的啊，很容易去记忆一些东西的，对待某一个科目很好上手的人，但是在之前有可能因为什么你卡住了，也有可能因为某一个不是很好的成绩，或者说你没有办法得到的 offer， 你会在心里边很质疑自己啊，这件事情极有可能发生在6、7、8月份。7、8月份比较多一点。你的世界没有崩塌，你的机会将重新来临，甚至是更丰盛的机会，所以要相信自己。然后也有贵人，也有比较好的这种教师的能量、长辈能量会给你鼓励，你的祖先会帮助你。OK，然后我看一下出行，如果在出行的方面啊，我看到一些朋友，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10月、11月都有出行。如果你的身心灵状态并不是很良好，你需要一次快乐的出行，让你能够去体会到生命的美好。所以一些朋友有可能会放假出去啊，或者说你们开始享受生活呀，有可能你们开始去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金钱啊、花钱的方式来满足自己，旅行的方式来满足自己，从而它会变成一个 celebration，或者说它会变成一个 ceremony 啊，庆祝仪式，它会变成一个庆祝仪式，会让你真正的有一个仪式感，进入你的下一个阶段。那如果一些朋友你们要开学了，或者一些朋友有可能已经开学了，还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要进入新的工作场，你们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或新的项目，一定要去犒劳和奖赏自己一下，好吧？我看到在办理事务方面是比较顺利的啊，一些朋友可能去年到今年的年中都在卡，这件事情会在今年的10到11月开始一往无前的顺利。祝福大家，或者说也很恭喜啊，很恭喜第3副组牌的朋友终于熬出来了啊！你们比前2副组牌的朋友熬的都快一点，对，前2副牌朋友还需要1、2个月的时间，或者说半年，你们在这未来的半年，我相信是更加顺利的。好，这副牌啊。我们看到天使也在说 "Open your heart to love"， 把你的心轮打开，然后去迎接爱。所以当下你需要更大程度的打开你的心，去让爱注入你的心房，可以去激活和更显化你的这个创造精神，让你把你的频率调整到更高，然后也让你的生活在一个高频率当中。
OK，我觉得很多人你们有可能是感情上出现了好的能量啊，让你们真正的开始去相信一些美的、好的、公平的事物。这些美的、好的、和谐的事物，哎，也有可能来自于人际关系和你家族的支援，有可能是某一个长辈的支援等等，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你们在这个月份里边，还是需要去更大程度的相信和了解这个过程，从而让自己把创造能力激活起来，或者说对待这个生活、对待这个世界有热爱。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当中的天使，然后他正在对着一个有一点恐惧感，或者说有点不自信的人。OK，一个女生，然后他们都是有光环的，所以说我相信啊，有可能你的导师，有可能你周围的人也正在帮助你，让你去自信起来。你们的自信其实在之前确实丧失了一部分啊，原因在于梦想很美好，但是现实给了你们一定的打击。但是这一次你们依旧是可以自信向前的，因为宇宙会给你们正确的答案，好吗？OK，那我们看一下啊。好，周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很顺，所以说我们这一副的解读就比较快一点啊。希望每一组都是这样啊，希望未来每一组都是这样。对，恭喜大家。好，那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抽到的神谕卡是什么啊？第一张牌 Self Love， 很明显啊，你们在做什么？当下你们在干嘛？其实你们在照顾你们的内心小孩，在连接你们的高我。这当中有一个小小的能量是你的内心小孩，就是说你在合一，你的内在、外在，你的内心小孩、你的高我在合一，连接在一起啊，在你的背后无限的光芒，宇宙的光芒在帮助你。这个帮助来源于什么？来自于你打开了心轮，去认识自己，去爱自己了。所以很多人，我觉得你们在这个月份当中有点打通了你们的任督二脉，拿出你们的超能力的感觉，也包括如果你们之前修的是这个 Twin Flame 的课题的话，这个课题帮助了你，疗愈了你，让你重新的找到了新的自己。所以很多人，你们从这个还是我们刚开始所说的啊，有可能你们从死神牌这张牌当中过来的，对，你们曾经死过一次啊，因此在这个月份当中。你们重新体现了一个自我之爱的完成。如果从小就没爱过自己的朋友，从小就没有认识过自己的朋友，从小就正在委屈自己迎合外界的朋友，这个月份当中，你将真正的站起来，爱自己啊，站起来爱自己。特别是这张牌，我们看到有一个梳着双马尾的女孩子。好，女生朋友啊，你们的神圣女性能量被打开之后，将会启迪到对方，所以阴性能量。女性的族群，你们需要去启迪对方，因为我觉得对方很多人他们正在那个宝剑四的状态里边沉睡啊，对，男性能量或者说阳性能量在沉睡，然后你们需要去通过爱自己去实现这件事情。我们不需要在外界，在3D 世界、三维世界去跟对方怎么连接，爱自己就足够了。这种爱并不是自私啊，比如说，哎，我只在乎自己啊，我在乎眼前利益，我在乎这件事情里边我获得多少，从内而外的。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欣赏自己，也突破自己的一些界限。你的伤口将会被光照亮，将会被光填充，从而真正的愈合，好吗？第二张我们看一下月相牌告诉我们什么 ？OK，New Moon in Sagittarius， 射手座的新月 ，Focus on the positive。好，很积极的卡牌，我觉得这个新月啊，今天在录这个视频的时候是天秤座的新月，然后在未来2个月当中，我觉得你们都会拥有一个很轻松的能量，然后你们会变得更加的积极、乐观和自在。我看到你们会享受一段啊，这整个年中你们都很难享受的轻松时光。然后在这个月份里边，你们需要让自己更乐观、更积极的面对未来啊。如果之前几个月你们都不能的话，当然这种能量怎么调节啊？新月之后也可以。其实每一天，当我们跟宇宙有连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去许愿，所以每天都要让自己变得更加热爱自己，了解自己一点，治愈自己一点，然后再快乐一点。你们可以去晚上的时候可以去懒懒的躺着呀，然后比如说看一个你喜欢的剧，听一个你喜欢的音乐 ，OK， 然后哈哈大笑一下。你们需要去看一些喜剧，快乐一点，这种能量会帮助你调节你的磁场和氛围，好吗？最后一张牌，易经卡，看一下我们最后的建议是什么？乾为天卦，看一点。こらさず笑顔であなたを見ている人がいる。哎，一样的牌耶。用明朗的微笑啊，明朗的笑容挂在脸上啊，正在关注你的人就在旁边啊，有正在关注你的人。所以说人生啊，
人生当中有季节，也有 timing 这件事情啊。当下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节气，北半球的秋季，南半球的春季。所以说呢，一些事情正在悄然的发生变化。我们有可能有的时候是碌碌而没有收获的，但有的时候你们会发现那些收获会非常快速以及踏实的来到你的生活里面。所以保持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把笑容挂在脸上，还有就是期待好事情的来临。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月份当中，我相信你们会有好事情发生，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回来。留言，然后回来还愿。如果你们真的有好事情发生的话，就是在这里要祝福大家，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月份里边，你们一定会得到属于你们的，就是本就属于你们，你们一直以来应该得到的某一样东西。但不管它是感情，不管它是你找回了真正的你，还是说你看到了新的生活希望，你有了新的事业和财富的获得。或者说目标等等，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开端，因为你就像是这个新生的竹笋宝贝一样啊，正在生长，你有一天会变成一颗参天的竹子。好 ，OK。今天所有的卡牌就到这里了，然后希望大家这个月份当中多疗愈心轮呢，因为你们的心轮我感觉，有点受伤。心轮对应的天然石是，绿色天然石，然后你们可以去，也是一样啊，多去触碰大树，触碰土地，然后你们可以去森林当中走一走，当然要在安全的情况下，然后你们晒一晒太阳，还有就在冥想当中打开心轮，多放松，好吗？OK，那我们就看到这儿了，希望可以帮助到第三副组牌的朋友，非常感恩跟大家的连结。那天秤座的宝宝，天秤。太阳、月亮上升的朋友可以点开最后一则影片看一下，在整个的一个新的生日年度当中，大家会有什么样的运势，然后宇宙给大家什么一个幸运锦囊。OK，感恩大家今天的观看，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Hello，首先祝福来到这一则生日锦囊的天秤座宝宝们生日快乐！在新的一个年度当中，愿望达成，在这个美丽的旅途当中，也更多的去体验我们人生当中应该体验的课程，充分的掌握宇宙给予我们的智慧和能量。而在这整个新的一个年度当中，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运势转换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抽到的卡牌在告诉我们什么。首先，天秤座的宝宝在经过了这一个生日月之后啊，我看到你们在灵性当中有了一个很强大的突破，你们会得到属于你们灵性深处给予你们的 energy。这个能量来自于你们的，我们说自信啊，刚刚第三组里边所讲，我们生来的自信本就是圆满的，那我们在这个修炼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要去找到我们内在的能量，把我们的自信真正的展露出来。所以这个能量让我感觉到，你们之前有可能会经历了一些让你们人生当中并不是很愉快的章节，有可能你们一直是翩翩起舞的蝴蝶，但是不得不重新的去折断翅膀，回炉重练。但是这一次啊，当你真正的拥有了能量，你会发现你人生当中很多的阻碍，会让你变得只能是更加闪耀，而不是黯然失色。这一个年度当中，宇宙正在给所有天秤座的宝宝以 energy 能量，让你们真正的拥有生命的能量。首先就是在身体上，在你们的气质上，在你们的精气神上容光焕发。再者就是这种能量会帮助你，让你有勇气、有智慧去突破真正的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关卡，然后考验，让你们真正的去掌握你们内在的稳定性是什么。因为这是13号，我看到很多朋友这个能量是通过一些历练来的，通过一些挫折，通过一些不幸运来的。但是这一次啊，我觉得在过了这个生日月之后，你会发现你会比以前更加富有能力，更加富有 energy 往前去走你应该走的路。所以我也看到其实你们在走自己的路啊，然后不会特别在意周围的眼光，你会让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去大放异彩。好，所有天秤座的宝宝，我感觉我认识的很多天秤座的好朋友啊，都是这个不仅外在很美，然后内在也非常具有灵性啊、智慧啊，然后也是相当温和的人。当然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天秤座也会带给大家一些犹疑不定的感觉，多多少少会太过于思虑过重等等。当然了，这些思虑它其实是一种相当周全的考虑，相当周全的计划。然后我觉得在这个年度当中，你有可能会打破之前的你的一些瓶颈，你有可能不想让自己再过于纠结，
或者说再过于选择困难了，因为你会坚定自己选择的道路，并且不管在什么样的道路上，什么样的选项上，你都会给予自己和周围人能量，去证明这件事情是可以闪耀的。所以我看到其实你们在这一年度当中的存在感也是比较强。好，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一年度当中大家这个氛围是什么样的啊？我们用日语是雰囲気啊，你们的氛围 abundance。这是财富和丰盛啊！我们可以看到，在你的灵魂花园当中已经开花了，然后旁边这个花朵的仙女啊，这2张牌很应景 ，motivation，你会有追逐财富的无限的动机，你像是一个马达一样，再去显化你灵魂花园当中这个珠光宝气之城的真正的富裕和美好。所以我看到啊，其实你灵性当中的这一个天使，这一个精灵正在帮助你啊，让你在春天的时候达成你的一些愿望。南半球的朋友，这个是你们的春天啊，然后在北半球有可能在明年的3月份到4月之间迎来你们的春天。你会发现啊，越是这种花朵绽放的时节，你会越加具有生命能力。这张牌代表春天呢，所以我觉得一些朋友，你们在春天有可能会获得好的消息，会获得财运的涨幅啊，还有就是一些你们意想不到的好事会来临，这是跟你们的显化法则有关的。还有就是你们有可能会变得比较忙碌啊，有些朋友有可能像这花园当中的小蝴蝶、小蜜蜂一样啊，会很忙碌，但是你们会忙中带着快乐，因为这次的忙碌会让你们觉得并不是碌碌的，没有结果的，或者说，哎，我就是正在去不断的繁忙，你们会让自己去创造属于你们的价值，然后这个花园会被你们建设的，或者说会被你能量显化的相当的丰富，因此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会从事多项行业呀，有可能你们会开展一些你们完全没有接触的领域，还有就是跟美相关、跟艺术相关、跟灵性相关，然后跟创造相关的行业，或者说跟自然相关。会让你们从这当中得到你们应该得到的无穷的力量，以及你们的财富，好吗？我看到其实你们真的是粉粉亮亮的，很多朋友你们很多彩，然后还有就是你们有可能会更大程度的通过你们的这种活力，你们对于财富的追逐，让周围的人看到你们，也包括异性，好吗？那一会儿我们再聊这边的卡牌灵性部分的，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这整体能量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大家这个卡牌让我觉得非常有生机，跟我们当下这个水星逆行的天象是非常有对比度的，非常的鲜亮，然后也很让 Starseed 开心。所以我帮大家来看一下，哎呦，这一年度当中整体能量是什么样的啊？首先掉出来2张牌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啊，因为这2张牌并不是有意想要去抽的。然后我觉得这是当下大家 Two of Swords 和 Ace of Swords 逆位，处在一个犹疑不定，或者说会有点困顿的，会觉得自己有点被困住的状态。还有就是，其实你心里边有可能会有一些尚待打开的心结，比如说之前的感情，比如说当下你对待感情的一些判断，或者说事业上、工作上、人际关系上的。因为宝剑代表的是交流，代表的是言语，代表的是思维和你们当下的感受和感知，所以很多朋友，你们现在的感知其实是被 block 住的。当然，这是水星逆行的一个能量啊，这个月份也代表了10月，所以说10月初啊，刚刚过生日的一些朋友有可能会觉得，哎，我还是没有感受到这种限量的活力啊，还有就是，哎，我的 energy 在哪里？我现在觉得全身无力，因为我们的这个水星逆行刚刚就是从天秤座逆到处女座啊，这个逆行刚刚从天平逆回处女座，所以很多朋友你们那种之前那种失眠呐、无力感呐、哦，Starseed 是可以体会的。好，我们继续再看一下我们整个年度的新鲜的整体能量是什么？首先还是一张宝剑牌 ，Eight of Swords， 这是我们需要的卡牌。好，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啊，这边是张 The Empress， 但是它非正非逆的掉了出来啊。第3张 Knight of Swords， 好，我看到啊，其实你们正在想方设法的让自己成为冉冉升起的星星。之前的一段时间，你们还是有可能多少因为不自信被困住了，还有就是你会不知道周围的环境正在带给你什么，是危险还是机遇，还是注目，还是别人对你的评价。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你们对待自己当下自信心是不足够的，甚至很多人你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本身你们是闪闪亮亮的 star， 为什么？天秤座的朋友，你们
形象啊、气质啊、能力等等，在人群当中是相当闪烁。所以一些人，我觉得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啊，正在因为之前的一些卡住你们的啊，正在给你们机会去突破自己的那一些事件，让你们觉得现在还是比较困顿的一个阶段。当然了，在这个生日过去之后，还是觉得在这一个月过去之后啊，从下一个月开始，你将会让自己重新的成为人群当中的焦点。我看到一些人，你们有可能会从形象开始，然后你们有可能会从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开始，你们有可能会调整自己的一些想法。如果之前你们一直想要去这个地点是 A，有可能你们会调整到地点 B，有可能你们会开始让自己开快车。我的意思不是说在生活里边开快车，而是你们会突然的让自己在某一件事情里边加速，然后跟着你的直觉，很快的去得到你想得到的，或者说做你想做的。跟着你的直觉走就没错了，因为你们的思维，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虽然说有点卡住，但是你的创造能力是相当丰盛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了 Ace of Cups，我看到了啊，属于你的新鲜的灵感和能量，属于你的机遇，以及 OK，正在瞩目你的人啊，这些人，如果你不知道在你周围他们到底是敌是友啊，是善是恶的话，你有可能会在这一个月份当中开始去看清周围的一个形势，而这个形势是善的，是好的。也就是说，其实你是被爱的，你周围其实朋友比敌人更多，爱你的人、关注你的人，以及喜爱你、被你吸引的人是更多的。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现在在感情当中有点卡，有可能你们会觉得，哎。这边出现了 Two of Cups， 好，你的不管大家处在什么样的感情关系当中啊，我觉得你们在当下一段时间有可能是，首先有很多的暧昧对象，或者说有些选项你可以去选，这张牌被手带出来 ，Eight of Cups， 也就是说你们有可能想选，但是同时你就觉得这些人差了一点什么。你会有点孤独，你会有点无助，或者说在感情关系当中，你也会觉得你的对象有可能一方面肯定你，一方面又不去接纳和包容你的一些缺点，它会让你觉得你不知道对方对待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甚至一些朋友在感情关系当中处在一个拉扯的、暧昧的，或者说若有似无的一个阶段，而这个阶段，我觉得它会随着时间渐渐过去啊。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的感情它是会到来的，但是时间上来讲，每一个朋友不一样，从大众的能量和集体意识当中来看的话，从明年的1月开始到明年的7、8月份，整个的上半年度，你会遇见属于你的真命天子，这个人是你的 soul mate。你在等待是 soul mate，因为我们在看的是 Ace of Cups 圣杯的1号和 Two of Cups 圣杯的2号。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狂狷邪魅的，然后这个人他的外形很符合你的喜好，还有就是你们两个人蛮登对，但同时也是一对有一点暗中会有一种竞争感的欢喜冤家。这个人他其实很懂你，还有就是他是很理解你的人。如果当下你处在这样的一段关系当中的话，我觉得这段关系会继续，但是你们两个人始终会处在一个有点想要去争权夺势的状态。如果一部分朋友你们在暧昧拉扯当中的话，这个局势会随着时间渐渐明朗。然后一些朋友让我感觉到你们处在分离期、分手期啊，这个阶段对你们来讲有可能或长或短，但是你们都已经学会了让自己成为一个金币9号的女王。这也是一个女王，这是一个可以去享受自己生活的、拥有自己城池的富贵女性。所以不管男生女生，我觉得你开始学会去享受生活了，你开始学会去装点自己了。当你开始去学会充实自己的内在以及外在，你开始在财富上更加大限度的去显化以及吸引，属于你的真爱就离你越近，越是你这个能量越是大，这个真爱越是近。而很多人，我觉得如果你卡在之前的一段关系当中的话，你会真正的看到，跟你非常匹配、非常登对的人 ，OK， 他会或者说是你的正缘啊，这边有 Ten of Pentacles 啊，一个庆典，然后一个家庭，或者说这是一个3口之家，很和美的啊，参加一个庆典仪式等等，会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出现。所以未来的1年当中，正缘出现的几率也是相当的大的。我看到这个人蛮像一个摩羯座，或他身上有土的能量，然后很多朋友你们身上这个土的能量和风的能量以及水都是有的。感情里边如果当下还是单身状态或拉扯状态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你在想的是为什么这个人就是不主动，或者说我很棒，但是周围的人为什么都不主动呢？原因就在于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牌啊，不管男生女生，其实我觉得你们在生活里边多少是会让人有一种距离感的。再者就是，其实你们自己会有自己的一个价值判断标准，因此你们不是一个轻易主动的人，而某一次的主动，往往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就是他有可能不了解你的人就会觉得不知道你的意图是什么，是你要来吸引我，还是要带走我的什么吗？因此，其实这个真正能够去懂你，跟你去进入承诺关系、进入家庭关系，以及如果现在在家庭的关系当中，你们的关系更加深入、更加互相了解的人，他其实会在不遥远的远方啊，在这个明年的上半年当中等待大家。单身的朋友，我觉得这个人也会出现啊，会随着你的能量的丰富而出现。很多人我觉得在明年当中你们会有感情的经历啊，包括约会，然后包括就是说跟你示好的人，我觉得其实你们是比较人气的，但同时你们会有自己的一个边界感，你们会保持自己的一种骄傲感啊，不管男生女生，好，感情的部分是这样，然后在工作财运的部分，我感觉到你们在明年，就从今年的年尾开始吧，可以这样讲，明年一年当中你会有很丰盛的收获。这个时节指向的是明年的上半年，然后有些朋友有可能你们会把自己的业务做得更大，你们有可能会结交相当有名望、有资源的人，或者说你可以在不经意的一个阶段当中，将自己的事业拓展出去，你会结识你的事业伙伴，或者说拓宽你的事业渠道。所以在未来的一个阶段当中，我看到你被卡住的话，那这是一个相当好的信号，因为宇宙在教你如何去运用你的 energy，如何去打开你的 energy。如果当下大家处在一个稍显平顺的状态，反而会让大家处在一个舒适圈当中。我只有这9个金币就够了，其实你们值得10个金币，你们值得12个金币的好。所以说，天秤座的朋友在未来的这一个阶段当中，你们的事业我相信会有起色，但是你们需要让宇宙给予你们一点时间。比较快的话，有可能下个月开始；慢的话，从明年的年初开始就会有迹象。然后你们的创意，我觉得在新的一年当中是比较强的。还有就是你们的交际运，比如说交友运，或者说异性缘、桃花源都比较旺盛。OK。其他的部分呢，我感觉到在这之前，有可能你们在经济上也比较卡住，这种卡住就是不强不弱，不好不坏。而我觉得在未来的一个生日年度当中过了这个生日之后，你会有无穷的动力去接近你的财富，原因就在于你会让自己气场全开，这种气场来自于你的 energy， 来自于你的内在能量。所以说我们说能量越大，频率越高，你可以去显化的幸福指数、财富指数就越高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其他方面呢，我觉得在新的一个年度当中我看到其实你们会吸引很多的人，就男女老少吧，对，很多人会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源于你们的能量场在扩大，因此你们有可能会比如说接触更多的亲戚朋友然后你们会交到很多，我觉得是蛮有质量的朋友，还有就是你的灵魂伴侣会出现，我觉得受你吸引的人蛮多的，但是他们其实在生活里边对待你的判断一直是有一种被墙隔住的感觉，他们在那个栅栏外面看你，比如说你是这个墙内的比如说公主王子之类的他们总会有一个滤镜在看你。其实真实的你，当你打开自己之后，你会发现，你可以让自己去接触到更多，或者说你可以让自己去展示你更多的鲜为人知的魅力。其实你的魅力是无穷的，所以呢，推荐和鼓励大家去打开你们的交际，比如说不爱交朋友的一些朋友，有可能也是有的。比如说我要独善其身，我要自己赚钱等等。其实，在未来一个年度当中，你们会有意无意的被推到一个社交的场合当中，甚至成为这当中的焦点。其他方面呢？健康方面，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健康也是在最近这个阶段比较薄弱都怪这个天象好吗？然后大家在这个阶段里边一定要注重身体的保养，还有就是，你们的精力有的时候是需要，比如说就是说 refresh 一下的，当你们接触到太多的人，你们需要去净化，你们需要去疗愈自己，你们需要一定的独处，所以出去跟朋友兜一兜风，或者说自己一个人享受一个美丽的下午茶，对你们来讲都是相当不错的一种自我疗愈。多爱自己一点，好吗？好，这就是大约的一个能量。我看到你们能量也是相当的积极，然后在事业上，如果你们在等 offer，如果你们在等工作机会的话，
当然了，在未来的一个阶段，你们多少会出现一些比较好的工作机会啊，会出现。但是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心里边有可能还会多少有一些疑虑啊，多少有一些疑虑。比如说你们的内在一直在告诉你们，你们值得更好的机会，所以其实你们内心当中的这种疑虑来源于。有可能宇宙在帮助你们去做一个筛选，做一个对的筛选，特别是在这个9、10月份过生日的当下，水星在逆行，群星在逆行，而我看到你们的好运就是来源于明年的1月，或最快的是今年的12月尾。然后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未来的一个年份当中会更加强调自我的独立，也会更加强调你们的独立意识啊，这有可能跟天王星。现在是个天王星的时代有关系啊，水瓶的时代，所以你们有可能会更加彰显你们独特的个性和魅力。然后一些朋友你们会远行，会有出游运、出差运等等。所以在明年的上半年度 ，OK， 好，我觉得这一切都来得不错，所以祝福大家啊，也恭喜大家在未来的一年里边去取得你们想要取得的，你们应该取得的，和你们生命当中注定要拥有的，好吗？男生朋友，我看到就是谈感情，我们说感情的话，对方他比较像是一个土象星座，或者说他是一个金星入庙的人，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的形象比较好，或者说他会让你觉得整个人的状态或整个人的能量都是很符合你的。然后女生朋友，我觉得你找到了这个人，比如说跟你进入感情对象也好，你身边的人也罢，对的人也罢，他是一个土象、火象星座比较重的。摩羯啦，然后身上有这种母羊的气质，这样的人比较多。很多人，我觉得你们在未来这半年当中啊，比如说你们单身，你们在找感情，你们在找正缘的话，一见钟情的几率是非常大的。少数朋友，如果有人要介绍给你们人认识，包括你们的家人、你们的长辈要介绍人认识的话，不要拒绝，有可能他是一个，对，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或者说你想都没有想到的，相当不错的一个机会。那对方他有可能是一个相当有内秀的、有财富的，或者说他是一个会有非常吸引你的点的人。其实我觉得你们的点跟大家有可能都不太一样。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在未来这一个年度当中一定会有不错的感情旅程和人际关系，好吗 ？OK，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最后我们看一下啊，宇宙在灵性方面告诉我们什么？想抽一张，掉出来2张，然后这2张牌是连在一起的。第一张牌是 The Initiation 啊，初始，大家在经过一个长长的暗夜般的走道，然后再去到你们新的一个国度当中。很多人就是经历了灵魂的暗夜啊，然后你们有可能在风雨交加的一个状态里边，有可能你们很孤单，有可能你们也经常会通过灵性的方式来鼓励自己，但这全部都是一个试炼罢了，因为你在往这个出口走，然后。你在干嘛？很多天秤座朋友 ，you're already doing it， 也就是说你正在去走这条路了。你现在正在站在某一个山的半山腰，看着你的前世今生和远方。也就是说，其实你不需要去多想，因为你正在走你对的路。Keep facing your true north， 对，朝着你一直以来正在去朝向那个远方，那个 OK 北极星的方向去走，好吗？很多朋友，我觉得你屡生屡世，有可能都在去修这样的一个课题啊。每一次你都会有一次真正的频率的提升，那在这一次当中也是一样的，无疑你正在一个对的方向。如果你们在犹豫自己的选择对不对的话，宇宙在告诉你啊，坚定你的选择。月亮金牛2宫，坚定你的选择，坚定的爱自己，还有就是爱财没有错。因为这是你灵性和人生当中需要去，比如说通过财富去实现你的一次人生的满足，去实现的一次旅程。所以这又是一个金牛座的牌啊，sorry， 金牛座的 Astrodice 骰子，这是海王星的金牛11宫。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现在在暧昧关系当中，或者说你们在人际交往当中多少有一些犹疑，你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对还是错。其实你们有的时候只是需要去改变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方式。而我觉得其实周遭人他们大多数是比较爱你们的，我看得到，其实你们有的时候会。就是只是会用自己的方式啊，有的时候我觉得更加换位思考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当然了，其实我觉得天秤座的朋友你们是非常
顾全大局的。还有就是你们有的时候是会以理性的方式来顾全大局。我们说天秤座其实是风象当中的水象，或者风象当中的土象，就是你们身上所带有的东西，很多时候是比较务实，同时也是兼具感性。因此我觉得其实你们身上的魅力也是这一点，你们会给周围的人以一种海王星的印象，这个海王星代表了梦幻，代表了造梦，然后代表了慈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年度当中，如果你要去帮助一些朋友做一些慈善等等等等，也都会去帮助你在财富上和个人的情感上有一个好的运势，好吧？OK，那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解牌啦，然后希望可以帮助到，或者说传达到宇宙的祝福给所有的天秤座宝宝，祝福大家在未来的一年当中事事顺利，然后也希望 Star See So Channel 可以一直陪伴大家，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一起成长，然后让我们未来也一起携手努力加油吧！感恩大家今天的观看，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